維洛蒙家族，帝國首屈一指的貴族，被稱為鐵血公爵家。然而，在公爵府內，騷亂是家常便飯。露塞拉看着滿地狼藉，驚呼道：“天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造成這一切的原因，盧西安。”盧西安轉過頭，啊，我那過分可愛的侄子，公爵家的繼承人盧西安·維洛蒙。盧西安跑過來問道：“姑姑，你怎麼才來？”露塞拉看着混亂的房間，盧西安，是你弄亂的嗎？他笑着撲進懷裡，今天絕對不行，我必須嚴厲地訓斥他。盧西安打斷道：“姑姑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姑姑想我嗎？”露塞拉瞬間動搖，當然了，姑姑也很想盧西安，真的很抱歉，姑姑來晚了。啊，我在幹什麼？為什麼是我在道歉？好險，差點就被糊弄過去了。看看盧西安做了什麼，房間裡全是面粉。盧西安興奮地說道：“玩面團超級有趣，姑姑也要試試嗎？”露塞拉抱起他，面團？你甚至還撒了水嗎？難怪感覺這麼滑。盧西安掙扎着說道：“姑姑快放我下來，我有東西要給你看，快點！”露塞拉疑惑地問道：“要給我看什麼？”盧西安指着地板說道：“用手掌印出的鳥腳印，很可愛吧？”露塞拉陷入了沉默。盧西安，你的女僕和男仆去哪了？两个疲惫不堪的仆人走来。露塞拉小姐，盧西安指着他們說道：“他們說要去拿東西清理。”哦，他们回來了。那現在我們要一起玩面團嗎？僕人們露出絕望的神情。露塞拉心中一驚，不行，不能讓盧西安被僕人們更加討厭了。他露出僵硬的笑容說道：“盧西安，比起這個，我們要不要去外面玩點別的？”露塞拉正要邁步，腳下卻踩到了盧西安丟在地上的玩具。糟糕，他身體失去平衡，哇呀！露塞拉重摔倒在地，僕人們驚恐地喊道：“天哪，露塞拉小姐！天哪，快把小姐送回房間！”盧西安大笑着說道：“哈哈，姑姑你真笨，摔倒的樣子太好笑了。這個調皮的讓人難以置信的孩子，我真的能把他教好嗎？12年前，我曾是利爾·弗雷家族無憂無慮的二女兒，和家人過着平靜的生活。但隨着父母在突如其來的馬車事故中去世，那短暫的和平瞬間支離破碎。在那之後，覬覦爵位的叔叔奪走了頭銜，他強迫身為繼承人的姐姐嫁給了維洛蒙公爵。然而，維洛蒙公爵早已有愛人，姐姐在公爵家忍受着被冷落的婚姻，她擔心獨自留在叔叔宅邸裡的我，最終向公爵提出了請求。公爵背對着她問道：“你說有事想求我？”姐姐低聲問道：“我能把妹妹露塞拉接到公爵府來住嗎？”公爵冷淡地回應道：“隨你便。”姐姐驚喜地喊道：“真的嗎？太感謝您了。”然而，公爵頭也不回地說道：“從今以後，不要管我跟誰見面。”姐姐愣在原地，姐姐為了我接受了公爵那卑微的條件，我就這樣來到了公爵家。姐姐拉着我的手說道：“露塞拉，從現在起只有我們兩個了，我們要互相依靠着生活。”那時候的我還什麼都不知道。幾年後，姐姐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他是如此珍貴，讓人一刻也不想放手。我的侄子盧西安。露塞拉看着嬰兒說道：“姐姐快看！”盧西安抓住了我的手指，好可愛。姐姐笑着回應道：“看來盧西安很喜歡姑姑呢。”正當我們以為終於再次擁有幸福的家庭時，像謊言一樣，姐姐患上了不治之症。她躺在病床上，虛弱地說道：“露塞拉，我想拜托你最後一件事，請保護好盧西安，讓他留在你身邊。真的很對不起。”就這樣，姐姐離開了這個世界。在雨聲回盪的葬禮上，露塞拉焦急地喊道：“盧西安，你在哪裡？”葬禮結束後，我本該回到利爾·弗雷家，但是啊！露塞拉停下腳步，輕聲喚道：“盧西安！”他蜷縮在陰暗的角落，懷裡緊緊抱着玩偶，正低聲抽泣。盧西安抬起頭，眼眶裡含着淚水，哽咽着問道：“姑姑，你也不會丟下我離開吧？”看着獨自躲在角落默默流淚的盧西安，我終究無法轉身離去。如果沒有我，這個孩子就真的變成孤身一人了。最終，我決定留在公爵府。公爵對盧西安漠不關心，也將我視作透明人，只把我當成一個保姆。我就這樣一直陪在盧西安身邊。但是，露塞在失去意識的一瞬，心中湧起強烈的虛無感。姐姐，對不起，我真的努力教導他了，但好像沒什麼用，因為盧西安做的惡作劇，周圍的人都在疏遠他，就像現在有人摔倒了，他卻像個小惡棍一樣在那開心的大笑。等等，惡棍盧西安，這個故事我好像在哪裡聽過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前世的記憶，這本名為《從私生子到家主》的小說，沒錯，這不就是那部浪漫奇幻小說的情節嗎？男主角是維洛蒙公爵家那個被稱為私生子的孩子埃德溫·維洛蒙，這是一個關於他從私生子身份開始，憑借卓越的能力，最終成為家主的故事。但問題在於，促使男主角想要成為家主的原因，是因為那個從小就一直折磨他的人。男主角同父異母的哥哥，也是最終的大反派。盧西安騎在埃德溫身上，冷笑着問道：“你現在終於認清自己的身份了嗎？你這個私生子，就是因為他，因為我的侄子盧西安·維洛蒙。”盧西安因為公爵的冷落，性格變得扭曲，他不斷折磨埃德溫，甚至奪走了對方的繼承人地位，最終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壞的反派。然而，那份執着與仇恨終究導致了他的毀滅，他最後慘死在男主角的手中。不會吧，盧西安是未來的反派，而且最後還會死掉？女僕驚呼道：“天啊，露塞拉小姐，露塞拉小姐醒了，您還好嗎？”露塞拉環顧四周，這裡是哪裡？好痛！對了，我剛才失去意識了。這裡是我前世讀過的一本書，而我轉生成了書裡的一個路人。這件事我勉強能接受，但盧西安在未來會成為幕後黑手，並慘死在男主角手中，這簡直太讓人絕望了。女僕走過來說道：“對了，說起小主人，
他一直守在您身邊，直到您醒來。露塞拉小姐。露塞拉轉過頭，看到盧西安抱着熊，正怯生生地站在門口。盧西安低着頭說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沒想傷害你，我以為玩面粉很有趣，所以想和姑姑一起玩。姑姑，你還好嗎？現在還疼嗎？”露塞拉一把抱住盧西安，盧西安驚慌地問道：“姑姑，你怎麼了？是不是還很疼？姑姑不要生病，姐姐，我一定會遵守諾言，保護好盧西安，因為我絕不能讓我這可愛的侄子死掉，所以請看着我吧，我一定會把盧西安培養成一個正直的孩子。”露塞拉眼神變得堅定，我要改變他成為最強反派的未來，為洛蒙公爵家的麻煩制造者。盧西安，他大笑着說道：“哈哈，你們這些笨蛋，雖然外表可愛，卻因為惡作劇得名，在僕人的衣服上塗鴉，打破昂貴的工藝品。好在姐姐不在時，他依然健康成長。”盧西安跑向露塞拉說道：“姑姑，姑姑。”露塞拉疑惑地回應道：“盧西安拉住他的手說道：“把手給我。”露塞拉笑着問道：“是什麼呢？”換句話說，如果沒人管教他，他会像原著中那樣走上悲劇的道路。盧西安將蟲子放在他手心，露塞拉大聲尖叫。露塞拉成了盧西安唯一的监護人，但原主無法忍受在公爵府寄人籬下的指責，也無法承擔撫養年幼侄子的重擔。他提着行李箱逃離了公爵府。盧西安被留在無人可依的世界，唯一的盟友也拋棄了他。他伸出手，看着遠去的背影說道：“姑姑，請不要丟下我。”年幼的盧西安變得更加扭曲，但我與原主露塞拉不同，我會好好撫養盧西安，不讓他成為反派。但我對育兒一竅不通，該如何糾正他的性格？盧西安輕聲喊道：“姑姑，姑姑。”露塞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他瞬間瞪大眼睛：“这茶為什麼這麼鹹？”盧西安興奮地喊道：“啊，你終於喝了，我就知道我的鹽茶能讓你暈過去。”他舉起鹽罐說道：“大大，現在我可以用這個打敗所有攻擊我們的壞人。”露塞拉看着茶杯，盧西安竟然趁我不注意往茶裡放了鹽，甚至把我當成測試對象。盧西安滿臉期待地問道：“怎麼樣，姑姑？我做得很好，對吧？通常情況下，我會因為他可愛的臉蛋而心軟表揚他，但是……”露塞拉放下茶杯說道：“不，盧西安，這樣是不對的。從現在開始，你必須學習正確的禮儀。”我必須堅定立場，告訴他什麼是錯的。盧西安不安地問道：“姑姑怎麼了？”露塞拉看着他，繼續說道：“還有，記得昨天我因為你而摔倒的事情嗎？”露塞拉嚴肅地說道：“你不該為了取樂而打擾別人。”盧西安反駁道：“我不在乎，只要我開心就行。”露塞拉俯身問道：“如果你難過時，我在旁邊嘲笑，你會開心嗎？”盧西安愣住了，低下頭回應道：“不。”露塞拉坐到他身邊，溫柔地說道：“那以後就不該讓別人為難，對吧？”盧西安小聲嘟囔：“但我喜歡找樂子，看來沒法一夜之間改變他。”露塞拉張開雙臂：“過來，盧西安。”他將孩子摟入懷中：“讓我們試着更有耐心一點，我相信你能做到，只要我堅持嘗試，他一定會改變的。”盧西安抬起頭問道：“你相信我嗎？”露塞拉微笑着點頭。盧西安露出笑容，大聲回應道：“好吧，雖然很難，但我會盡力的。”露塞拉抱着盧西安流着淚說道：“是的，我為你感到驕傲。”盧西安靠在他懷裡：“嘿嘿，姑姑，看看我了不起的侄子，我的孩子也能成長為好孩子。”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的決心，甚至連一天都堅持不下去。第二天，露塞拉推開房門喊道：“盧西安，你在這裡嗎？快出來！”盧西安轉過頭說道：“哦，你來了，姑姑，看這個。”盧西安貼着假鬍子，興奮地問道：“我看起來怎麼樣？適合我嗎？”露塞拉愣在原地，他隨即捧着臉尖叫：“呀，你太可愛了！果然什麼穿在盧西安身上都非常好看。”露塞拉驚叫道：“等一下，不，我們才剛談過，你就又惹麻煩了。”盧西安不屑地扭過頭：“切，外面現在一團糟，你怎麼能剪掉切爾寧子爵的鬍子？你知道子爵有多珍惜鬍子嗎？”盧西安輕哼一聲說道：“我只是讓他看起來更酷一點。”露塞拉扶着額頭：“盧西安，拜託了。”在姐姐去世後，盧西安變得非常有占有欲，他最渴望的是關注和愛。如果我不小心，他可能會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變本加厲。露塞拉陷入沉思，如果我能觀察或讓他與同齡孩子一起互動，我也許能找到正確引導他的方法。等一下，他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銀髮男孩的身影。露塞拉睜大眼睛：“對，如果那樣做的話。”露塞拉嚴肅地說道：“盧西安，今天不准玩耍，留在這裡反省你的行為。”盧西安急忙喊道：“不！”露塞拉按住他的肩膀：“不，你必須這樣做，我要出去一會兒。”盧西安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小心翼翼地問道：“姑姑，你生氣了嗎？”露塞拉微笑着回應道：“不，我沒生氣，我要去為你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惹麻煩。想你做錯了什麼？”他轉身準備離開，盧西安突然伸手緊緊拽住他的裙角。露塞拉驚訝地回頭：“盧西安。”盧西安低着頭問道：“你什麼時候回來？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我大概傍晚回來。”他為什麼這樣？盧西安沉默片刻，他低聲說道：“好吧，但你一定要快點回來好嗎？”馬車在道路上疾馳。露塞拉看向窗外，原著男主角埃德溫，他幼年喪母，在不同的孤兒院輾轉，度過了悲慘的童年。馬夫喊道：“我們到了，小姐。”馬車停在維斯尼爾孤兒院門前。露塞拉走下馬車，如果沒記錯，埃德溫現在應該就在這裡。如果我能在這裡給原著男主留下好印象，我就能為盧西安的未來做好準備。通過觀察同齡的孩子，一定能收集到有用的育兒信息。孤兒院的窗邊擠滿了好奇的孩子，他們小聲議論道：“快看，有人來了！在哪？在哪？哇，他看起來像個貴族。今天有人要被領養嗎？”埃德溫站在人群後方，那是誰？
帶着對盧西安的思念，我滿懷期待的來到這所孤兒院。孤兒院職員迎上前說道：“您是來看孩子們的嗎？請往這邊走。”露塞拉禮貌地回應道：“謝謝打擾了。”但是眼前的景象讓他愣在原地，這是什麼？無論這所鄉下孤兒院多麼偏僻，也不該是這樣。老鼠在陰暗的走廊爬行，竟然讓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。露塞拉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這也能叫兒童福利設施嗎？年幼的孩子們跪在地上，正吃力地擦拭地板。露塞拉皺起眉頭問道：“為什麼是孩子們在打掃衛生？”胖女人雙手合十說道：“雖然我們試圖阻止，但孩子們堅持要打掃，他們很了不起吧？請允許我為您介紹院長。”露塞拉跟在後面，真是明目張膽的謊言。我已經知道這裡是怎麼運作的了。院長彎腰行禮說道：“歡迎光臨。如果您提前通知，我會讓孩子們穿得更漂亮。真是抱歉。”露塞拉看着他華麗的衣着，他們自己生活奢侈，卻這樣虐待孩子嗎？院長繼續問道：“您對孩子的外貌有什麼具體要求嗎？”露塞拉強撐着笑臉回應道：“不，我先隨便看看。外貌，這些孩子難道是商品嗎？我知道你很生氣，但現在必須忍耐。”露塞拉聽到細微的響動，轉頭看向角落，埃德溫正躲在櫃子後面偷看。這個孩子是誰？等等，這種感覺是如月光般閃耀的銀髮，從長長的劉海縫隙中露出一雙通紅的眼睛。毫無疑問，這個孩子就是原作的男主角埃德溫。埃德溫·維洛蒙，他是原作小說《從私生子到家主》這一故事的男主角。他是高階貴族維洛蒙公爵德哈特與平民母親愛麗絲的孩子。埃德溫的母親愛麗絲，即使在公爵結婚後，仍與他保持關係。當他發現自己懷上了公爵的孩子時，愛麗絲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。他為自己的處境以及孩子注定成為私生子的命運感到絕望。作為平民，我的一生都要以公爵情婦的身份度過嗎？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生活。他向公爵隱瞞了身孕，毅然選擇離開。4年後，愛麗絲患上嚴重的肺病。隨着愛麗絲病逝，無依無靠的埃德溫被送到了這所孤兒院。你果然在這裡。露塞拉走向櫃子後面，打擾一下。幾年後，當埃德溫回到公爵領，他會與盧西安發生衝突。如果能在那之前先和他建立聯繫的話，埃德溫突然轉身，飛快地跑開了。啊，他跑掉了。也許我該更慢一點接近他。那個小姐，院長搓着手問道：“如果有看中的孩子，請務必告訴我。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在決定領養之前，我想花點時間多了解一下孩子們。”院長笑着說道：“沒問題，這裡有很多可愛的孩子，請慢慢看。”露塞拉強忍着怒火。他又來了，把孩子當成牲口一樣在那挑三揀四。他轉過頭說道：“那麼今天我想和孩子們一起吃頓飯。”院長愣在原地問道：“吃飯？”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“我不介意吃什麼，就按平時的標準準備吧。”院長冷汗直流，支支吾吾地回應道：“不，那個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露塞拉挑起眉毛說道：“如果您不方便的話，那我就先離開了。只是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再來。”院長嚇得跳了起來，大聲喊道：“完全沒有不方便，請您務必留下。”露塞拉轉身說道：“那在開飯之前，我去陪孩子們玩一會兒。”院長和胖女人對視一眼，無奈地擦了擦汗。夕陽西下，孤兒院的食堂裡，孩子們安靜地坐在長桌旁。露塞拉坐在孩子們中間，這真的太過分了。玩具一碰就會碎掉，玩偶上甚至沾滿了鼠尿，唯一看起來還算完整的，竟然是一套破舊的積木。他站在桌前，憤怒地攥緊了拳頭，簡直荒謬至極。露塞拉觀察着四周，問題還不止這些。孩子們在食物和衣服上存在着巨大的待遇差距，難道他們只照顧那些更有可能被領養的孩子嗎？我該怎麼辦？雖然我是為了找埃德溫才特意來到這裡的，但是我也不能就這樣丟下其他的孩子不管啊。阿梅利亞走到露塞拉身邊，平靜地說道：“我們看起來很可憐吧？”露塞拉愣了一下，問道：“什麼？”阿梅利亞繼續說道：“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地方，並不是我們自己想要來到這裡的。但是，請不要這麼輕易的就同情我們。”這個孩子表現得遠比同齡人成熟。露塞拉有些局促地說道：“對不起，我並沒有惡意。”他突然停下動作，在這個孤兒院裡，除了埃德溫之外，是不是還有一位原作中的主角？露塞拉看向身邊的女孩，笑着問道：“孩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阿梅利亞低頭吃着飯。“我叫阿梅利亞。”露塞拉猛地僵住，睜大了眼睛。這個孩子竟然是阿格里斯侯爵家唯一的血脈，也是原作故事中真正的女主角阿梅利亞·阿格里斯。與此同時，在維洛蒙公爵府，盧西安緊緊抱着小熊。姑姑什麼時候回來？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阿梅利亞·阿格里斯侯爵唯一的女兒，她曾深受父母寵愛，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。直到那一天，一切都改變了。暴雨倾盆而下，搜救員大聲喊道：“馬車在這裡！”另一人回應道：“發現了侯爵夫婦的屍體。”阿格里斯侯爵夫婦在慘烈的事故中喪生。搜救員焦急地問道：“阿梅利亞小姐在哪裡？”同伴回應道：“徹底搜查過了，到處都找不到小姐。”阿梅利亞被列為失蹤，她因巨大的衝擊失去了事故當時的記憶，最終流落到這座可怕的孤兒院。院長看着他說道：“我在山裡發現的，他看起來挺有用處。”阿梅利亞傷癒後沒有回到侯爵領地，他很清楚，如果現在回去，只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。於是他決定留在這裡，等待最信任的叔叔。阿梅利亞天性堅韌溫柔，在孤兒院的日子裡，他開始保護其他孩子。考慮到阿梅利亞在原作中的巨大影響力，現在坐在他身邊簡直是絕佳的機會。畢竟他最終會成為對抗盧西安的人。露塞拉微笑着問道：“你幾歲了？”阿梅利亞對方小聲回應道：“7歲。”露塞拉若有所思，看來事故已經過去2年，他比我侄子大1歲。如果能留下好印象，贏得他的好感，以後
他或許會看在我的份上，對盧西安手下留情。阿梅利亞停下湯匙，突然問道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喜歡我？”露塞拉愣在原地，为什麼他會這麼反應？阿梅利亞盯着他說道：“我只是想讓你知道這件事。我父親是個殺人犯，他害死了很多人，所以你要小心，血緣是會遺傳的。”露塞拉愣在原地，他在說什麼？難道是怕被領養才故意推開我嗎？所以阿梅利亞一直在貶低自己，試圖趕走所有想要領養他的貴族。阿梅利亞一直堅信叔叔會來接他，所以才向孤兒院隱瞞了真實身份。他唯一的親人克勞德從未放棄過尋找他。克勞德找遍了全國，1年後他終於會與侄女重逢。所以阿梅利亞一直在這樣折磨自己。露塞拉看着他感到心情沉重，這麼小的孩子竟然要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。他舀起一勺湯說道：“嘿，阿梅利亞，你沒必要因為父親就覺得自己也會變成罪犯。”露塞拉露出笑容說道：“無論父母是什麼樣的人，你依然是你自己，不是嗎？”阿梅利亞愣住了，手中的湯匙停在半空。“你一定很餓吧？來，分你一點麵包。”阿梅利亞看着他，開心地回應道：“謝謝你，姐姐。”阿梅利亞看着露塞拉，通常我說這種話，人們都會皺眉躲開我，她甚至還說要一起吃飯，真是個奇怪的姐姐。會客室內，院長坐在沙發上問道：“那麼有您看中的孩子嗎？”露塞拉坐在對面回應道：“孩子們都像天使一樣，很難做出決定呢。”院長笑着說道：“看來您還沒決定好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先為孩子們捐款，這會極大的改善他們的福利待遇。”露塞拉看着華麗的房間，真是厚颜無恥。孩子們睡覺的房間明明都已經快要倒塌了，這裡卻裝修的像貴族宅邸一樣豪華。原本只想看一眼原作的主角們就離開，但現在看來我不能就這樣走掉。露塞拉放下茶杯說道：“其實我並不是來領養孩子的。”院長愣了一下問道：“什麼？那您來這裡做什麼？”“說實話，我的姐夫很好奇維洛蒙領地的孤兒院究竟是如何管理的。”院長滿臉疑惑地問道：“您的姐夫？您突然在說什麼？”露塞拉從懷中拿出文件：“請允許我正式自我介紹，我的名字是露塞拉·利爾弗雷，我受公爵之托，代表維洛蒙公國前來這裡進行視察。當然，這全都是謊話。我記得在原作中，埃德溫曾在這座孤兒院遭受過嚴重的虐待，為了以防萬一，我帶上了院長提交給公國那份虛假的運營報告。現在看來，這真是一個英明的決定。”露塞拉直視着對方說道：“這家孤兒院去年不是獲得了1級評價嗎？然而這裡的窗戶大多破損，寒風直往裡灌，玩具也全都壞得無法修理。仔細檢查的話，給4級都太慷慨了。”他翻看着報告，繼續說道：“去年你以維修和物資為由，花費了整整20金幣。”院長冷汗直流，顫抖着回應道：“那是因為去年的東風太強了，所以窗戶才會被吹壞，設施也因此受損。”露塞拉冷冷地問道：“是嗎？”他站起身，徑直走向門口。院長驚慌地追問道：“小姐，您要去哪裡？所謂的物資也應該包括食物吧？”露塞拉背起包說道：“與其聽你在這裡撒謊，不如讓我親眼去確認。我們去廚房看看。”與此同時，阿梅利亞正躲在廚房裡，好難聞的味道，真討厭來這種地方。但如果是為了能讓埃德溫開心一點，埃德溫不安地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如果那位姐姐領養了你，我們是不是就要分開了？”“領養？那種事怎麼可能發生？”阿梅利亞一邊翻找一邊在心裡盤算，只要能給她找點餅乾，她應該就能振作起來吧。讓我看看東西藏在哪了。阿梅利亞看着手裡的餅乾，啊，被老鼠啃過了嗎？這種東西絕對不能給埃德溫吃。廚房外傳來腳步聲，他立刻躲進儲物櫃。是誰進來了？露塞拉推開門，大聲說道：“這簡直太駭人聽聞了！我從未見過如此骯髒的廚房。孩子們竟然在這種地方準備餐食嗎？”他捂住口鼻，繼續說道：“這股惡臭到底是什麼？”院長慌忙解釋道：“那一定是廚餘垃圾，我昨天忘了處理。”露塞拉拿起一顆土豆，憤怒地質問道：“你管這叫廚餘垃圾？這些蔬菜還沒削皮，就已經全部腐爛了。”院長尷尬地笑着說道：“這太奇怪了，難道是廚師最近瘋了嗎？”露塞拉憤怒地回應道：“我無法再忍受了，我會立刻把這一切全部報告給我的姐夫。”院長嚇得跪倒在地，大聲哀求道：“對不起，小姐，我錯了，請千萬不要那樣做。”露塞拉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所以你明知這是錯的，卻依然袖手旁觀嗎？這讓你顯得更加卑鄙。”院長不停地磕頭說道：“我犯下了重罪，利爾弗雷小姐，只要您能寬恕這一次，我一定會立刻改正。”露塞拉拿起一顆爛番茄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他面無表情地說道：“如果你能把這裡所有爛掉的食材全吃光，我或許會重新考慮，就從這個番茄開始。現在立刻在我面前吃掉。”院長看着腐爛的番茄，臉色慘白地呻吟着。院長趴在地上不停嘔吐。露塞拉冷冷地說道：“果然，你自己都咽不下去，卻強迫年幼的孩子們吃下這些腐爛的東西。”他轉身離去，頭也不回地命令道：“帶着你的員工滾回家，在那裡等待懲罰。”阿梅利亞推開櫃門，從陰影中走出來，他把發霉的餅乾狠狠砸在院長臉上。阿梅利亞嘲諷地說道：“哈，真是活該！那些被老鼠啃過的餅乾，你也該多吃一點才對，院長先生。”院長憤怒地吼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給我站住！”他沒有理會身後的叫囂，快步跑出了廚房。我本以為他只是出於好奇，像逛動物園一樣來參觀，但是他似乎和那些貴族不一樣。叔叔，今天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姐姐，她是第一個真心為我們擔心的人。她和以前見過的那些虛偽的貴族完全不同。阿梅利亞站在草地上，陷入了沉思。我以後還能再見到那位姐姐嗎？那天傍晚，治安官衝進孤兒院喊道：“我們是治安署的！”我一到治安署
就提交了報告，他們直接前往孤兒院，院長和職員因虐待兒童被捕。趁此機會，我搜查了院長辦公室，收集了他貪污的證據。隨後，我給公爵家的僕人們發了額外報酬，讓他們清理孤兒院，並重新儲備孩子們的食物。本以為暫時不會有大問題，但是露塞拉看着手中的文件，真不敢相信，連孤兒院的老師都有問題，這意味着整個地方都需要徹底整頓。事情變得越來越棘手了。照這樣下去，現在誰來照顧這些孩子呢？孩子們圍在露塞拉身邊，那位小姐救了我們，好酷啊！其中一個孩子問道：“小姐，老師们都去哪了？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他們做了很多壞事，所以受到了懲罰。”孩子們追問道：“那現在誰來陪我們呢？”露塞拉一時語塞，本以為只要趕走壞人，一切就能解決，卻忘了需要有人照顧這些孩子。新的補助金下個月才到，那筆錢也只夠修繕房屋，該去哪裡找新老師呢？如果動用姐姐留下的遺產，或許能勉強維持現狀，但那是姐姐用生命換來的錢，我曾發誓只為了盧西安而使用。回憶中，姐姐握住她的手，說道：“露塞拉，我希望你能長久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把全部遺產都留給你。我真的要用這筆錢嗎？為了那個讓姐姐不幸的人的孩子，為了那個將來可能傷害盧西安的埃德溫。但是這些孩子是無辜的，他們並沒有做錯任何事。如果我讓這些原著主角們變得不幸，盧西安真的能獲得幸福嗎？反正我也無法改變盧西安的未來。如果我用這筆錢幫助這些孩子，姐姐一定會。”露塞拉下定決心，看向孩子們說道：“大家不用擔心。”埃德溫抬頭注視着他，新老師很快就會來的，在那之前就由我來照顧你们吧。所以現在我們要不要一起玩？孩子們興奮地圍上來歡呼道：“哇！”露塞拉對僕人們說道：“大家都辛苦了，回公爵府休息吧。”僕人擔憂地回應道：“但是小姐，您一個人照顧這麼多孩子，實在太辛苦了。”“沒關係，就一個晚上而已。”僕人點頭說道：“那我們明早一早就回來。”露塞拉微笑着叮囑道：“謝謝，也請照顧好盧西安。雖然答應過會早點回去，但應該沒問題吧？不知道盧西安現在在做什麼？”想象中盧西安跑過來喊道：“阿姨，歡迎回來！真想現在就衝回去抱抱他。”“再等一等吧，盧西安。憑借照顧那個小淘氣的經驗，我覺得照顧這些孩子應該不是什麼難事。但我真的想錯了。”露塞拉走在走廊上，已經餵過晚飯，也給他們洗過澡了，現在只剩下哄他們睡覺。我能順利讓他們入睡嗎？回憶裡，盧西安在睡前總是精力充沛，他大喊着：“不，我還想再玩一會兒。”裝睡計劃也總是失敗，他會突然跳起來，在房間裡到處亂跑，每次都要陪他玩到深夜，他才會精疲力竭地睡着。露塞拉推開寢室門說道：“好了，孩子們該睡覺了。”他愣在原地，大家都已經睡着了嗎？這怎麼可能？寢室裡靜悄悄的，孩子們都整齊地躺在被子裡。露塞拉注意到角落裡的金髮女孩阿梅利亞，你還沒睡嗎？但是大家通常這麼早睡覺嗎？阿梅利亞坐起身回應道：“如果這個時間還沒睡着，院長和老師會責罵我們的，大概是因為習慣了吧。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啊，我明白了。”聽到這些話，心裡又開始難受了。露塞拉看着金髮女孩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不困嗎？”阿梅利亞輕聲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我習慣熬夜看護其他孩子了。”“你真懂事，阿梅利亞，以後你只要專心玩耍就好，我會請最好的老師過來。所以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睡？你今天一定累壞了，我給你講個童話故事吧。”阿梅利亞低下頭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我可以自己睡。”露塞拉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知道，但偶爾被人照顧的感覺也不錯。”阿梅利亞沉默片刻，露塞拉翻開書說道：“那我要開始讀了。”阿梅利亞鑽進被窩回應道：“她其實一直在偷偷期待着。”露塞拉輕聲讀道：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個小山村裡，突然傳來一陣響亮的哭聲，哇呀哇呀！一個嬰兒在搖籃裡大哭起來。”露塞拉愣住了，是因為我聲音太大吵醒小寶寶了嗎？露塞拉猛地驚醒，這樣下去其他孩子會醒的。阿梅利亞拉住被子說道：“小姐，我沒事，請先去看看寶寶吧。”露塞拉慌忙起身回應道：“對不起，我馬上回來讀完故事。”她衝向搖籃抱起嬰兒，這個味道，你弄髒了衣服啊，必須換尿布才行。但是尿布在哪？阿梅利亞抱着乾淨尿布走近，把寶寶給我吧，我來換。露塞拉愣住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不，這是大人的工作，不是小孩子該做的。”阿梅利亞平靜地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就像我之前說的，我一直都在做這些事。”露塞拉看着他的動作，心裡一陣酸楚，但是嬰兒的哭聲此起彼伏，哇呀！其他孩子也醒了，在隔壁喊道：“小姐，丹尼說他肚子餓了。”另一邊也傳來喊聲：“小姐，查爾斯一直在哭。”露塞拉徹底陷入了混亂。阿梅利亞看着手忙腳亂的露塞拉：“你打算怎麼辦？”露塞拉抱着孩子回應道：“今天只能請你幫忙了，事後我會給你做美味的可可。”阿梅利亞冷靜地提議道：“我負責這邊，請你去照顧另一邊。”露塞拉點頭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走廊盡頭傳來稚嫩的聲音：“再忍耐一下，廁所在這邊。”他拿着奶瓶跑向走廊，這個聲音是……露塞拉驚訝地看着前方，埃德溫。埃德溫正牽着另一個孩子，帶他去洗手間。露塞拉走上前說道：“埃德溫，謝謝你幫忙，你一定也很累了。”他愣在原地回應道：“不，我只是跟着阿梅利亞而已。”露塞拉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僅僅用懂事來形容是不夠的，這兩個孩子肩膀上承擔了太多不該有的重擔。露塞拉蹲下身提議道：“那能再幫我一下嗎？等事情結束，我會給你們做最好喝的可可。”埃德溫點頭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就這樣，我們三個人開始忙碌起來。
埃德溫端着托盤走近，說道：“小姐，給你。”露塞拉接過奶瓶，回應道：“哦，謝謝你。”他在床邊輕聲講故事道：“於是爺爺和奶奶，多虧了他們，我才順利讓所有孩子入睡。”露塞拉鬆了一口氣，如果沒有阿梅利亞和埃德溫，我一個人絕对做不到。他端着2杯熱可可走進房间：“你們辛苦了，一定很累吧？我帶了可可過來。”露塞拉愣在门口。哎，露塞拉看着床上的2个孩子，他們一定累壞了。阿梅利亞和埃德溫靠在一起，已經陷入了沉睡。他輕輕放下手中的可可，讓他們好好睡吧。他幫他們蓋好被子，真可愛。睡着的時候簡直像天使一樣。謝謝你們今天的幫忙。露塞拉露出溫柔的微笑。在這一刻，這些孩子不再是原著中會傷害我侄子的主角，他們只是一群惹人憐愛的小孩子而已。將來的某一天，盧西安是否也能和這2個人成為真正的朋友呢？第2天清晨，僕人們站在門外敲門，說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我們來了。”房門被推開，僕人們驚叫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您該不會熬了一整夜吧？”露塞拉面帶倦意回應道：“啊，那個，因為有很多事要做。”女僕心疼地說道：“接下來的事交給我們吧，請您先回公爵府休息。”露塞拉點頭應道：“好的，謝謝你們。”趁着公爵府的人沒注意，提前把這些文件準備好，真是太好了，否則那些僕人們肯定不會幫我的忙。他停下腳步補充道：“對了，我烤了些餅乾，要分給孩子們，請幫我拿給他們。”女僕看着籃子問道：“這些都是您親手做的嗎？”露塞拉笑着回應道：“哈哈，沒什麼特別的。那麼孩子們就拜託你們了。”馬車緩緩啟動，露塞拉靠在座位上，真的累壞了。幸好公爵府的女僕們比預想中來得更早，不過這次相處還是很愉快，似乎和埃德溫還有阿梅利亞也建立了不錯的關係。很快就能見到盧西安了，現在就開始想他了。馬車停穩，侍者在車外提醒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我們到了。”露塞拉驚醒過來：“哦，我睡着了嗎？”他剛走下馬車，遠處傳來呼喊聲：“姑姑！”露塞拉驚訝地問道：“盧西安！”盧西安猛地撞進懷裡，大聲哭喊道：“為什麼你現在才回來？你明明答應過昨天早點回來的。”露塞拉有些慌亂地說道：“盧西安，對不起，先冷靜一下。”盧西安哭着喊道：“你是個騙子！你走的時候說明明沒生氣，你這個騙子！”露塞拉看着哭泣的孩子，看來我離開的時間比預想中要長，他一定是誤會了。突然一陣強烈的眩暈感襲上心頭，為什麼突然覺得這麼暈？露塞拉身體搖晃，視線開始模糊。盧西安止住哭聲：“姑姑！”遠處的僕人們驚叫着衝過來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您沒事吧？”露塞拉眼前一黑，徹底癱倒在地上。僕人們驚恐地喊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！”盧西安拉着她的衣角，哭喊：“姑姑！”露塞拉意識消散，微弱的呢？難道啊？盧西安，管家焦急地指揮道：“快把小姐抬回臥室！”糟糕，必須告訴盧西安，我沒事。耳邊傳來哭喊聲：“姑姑，求你睜開眼睛！”露塞拉緩緩睜開雙眼。盧西安驚喜地大喊道：“姑姑！”盧西安，他猛地撲進露塞拉懷裡：“我好害怕，你再也醒不來了。”女僕推門走進房間，說道：“謝天謝地，小姐，您終於醒了。從昨天到現在，您一直沒醒。”露塞拉震驚地問道：“什麼睡了一整天？”女僕點頭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小少爺整晚都守在您身邊。”露塞拉抱緊懷裡的男孩問道：“盧西安，你還好嗎？”盧西安埋頭大哭道：“哇呀呀，姑姑！”盧西安抽泣着說道：“我好害怕，怕是我害死了你。如果沒有你，我就只剩一個人了。”原來盧西安一直是這樣想的。在原作故事裡，盧西安在我離開的那一刻就開始墮入黑暗。當時作為讀者的我，以為是因為失去了管教，他的殘暴本性才顯露出來。盧西安大聲哭喊道：“哇呀，對不起，姑姑！”看着眼前崩潰的孩子，其實他只是一個極度渴望愛的孩子。別擔心，盧西安，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，幫你好好長大，不會讓你變成壞人的。盧西安，盧西安止住眼淚，呆呆地看着他，我絕不會離開你，也不會輕易死掉。面對這麼關心我的孩子，怎麼捨得拋棄他呢？盧西安輕聲喚道：“姑姑！”露塞拉突然捂住肚子說道：“哎呦，肚子又開始痛了，你昨天是不是打我了？”盧西安驚慌地喊道：“姑姑，你沒事吧？對不起，我以後再也不打你了，所以請不要再痛了。”露塞拉順勢抱住他，這樣應該能暫時安撫住他失控的情緒。那麼盧西安，我們來拉鈎蓋章吧。兩人大拇指相對，盧西安認真地說道：“約定好了。”露塞拉緊緊擁抱男孩，我們可愛的盧西安。懷裡的男孩突然沒了動靜，露塞拉低頭看去，天哪，他睡着了，一定是累壞了。女僕走上前建議道：“小姐，您一定餓了，讓我來照顧小少爺，您先去吃早餐吧。”露塞拉輕輕搖頭說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沒事。”她拉起被子，溫柔地蓋在盧西安身上。“我想再陪他一會兒。”女僕點頭回應道：“那我拿些點心送到您的房間裡來。”露塞拉微笑着道謝：“好的，謝謝你。”看着盧西安安穩的睡顏，睡個好覺吧，盧西安。4天後，陽光灑在育幼院的院子裡，孩子們正開心地四處奔跑。黑往這邊走，快攔住那裡！阿梅利亞獨自坐在長椅上。自從那位女士離開後，這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有了結實的窗戶、好玩的玩具，還有了親切的老師。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，可是為什麼我的心還是覺得空落落的？我不認為他是來領養孩子的，但我還是忍不住相信他一定會再回來。身後傳來腳步聲，埃德溫跑過來喊道：“阿梅利亞，原來你在這裡！”阿梅利亞看着他問道：“埃德溫，你還沒吃那塊餅乾嗎？我想等那位女士回來，再和她一起分享。”阿梅利亞輕聲說道：“總覺得她可能不會再回來了。”埃德溫立刻反駁道：“不，她一定會回來的。”話音剛落，他的肚子傳出一陣響聲，
阿梅利亞忍不住笑出聲。埃德溫滿臉通紅的辯解道：“啊，這只是……”阿梅利亞打開袋子說道：“來吧，我們一起分着吃。”埃德溫猶豫着說道：“可是那是……”阿梅利亞掰開餅乾說道：“沒關係的，一直放着也會壞掉。”埃德溫小聲嘟囔道：“即便如此。”阿梅利亞將一半餅乾遞過去：“那就一人一半。”遠處突然傳來孩子的歡呼聲：“啊，是馬車！有馬車過來了！”一輛華麗的馬車停在育幼院門口，車門緩緩開啟。阿梅利亞看着馬車，緊張地問道：“埃德溫，會是他嗎？”露塞拉走下馬車，微笑着打招呼道：“孩子們，好久不見，你們過得好嗎？”孩子們興奮地衝上前，大聲歡呼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我們好想你！”露塞拉溫柔地回應道：“抱歉，上次走得太突然，都沒來得及告別，所以我帶了禮物給你們，而且今天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位朋友。”阿梅利亞愣在原地：“朋友？”露塞拉側過身，對着身後輕聲哄道：“快點別躲着了，出來跟大家打個招呼。”盧西安緊緊抓着她的裙角，遲疑地探出頭來。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“讓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可愛的侄子盧西安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盧西安，我是露塞拉姑姑唯一的侄子。現在我正執行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，那就是為了讓姑姑永遠不離開我，我要成為一個好孩子。”侍女們驚呼道：“天哪！盧西安少爺在打掃衛生。”管家也感到不可思議，少爺竟然在道歉。看到姑姑因為我的改變露出開心的笑容，我感到很欣慰。露塞拉捧起她的臉說道：“我們的盧西安最近怎麼這麼可愛啊？但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，那就是……”露塞拉看着遠方說道：“你真是太可愛了，想不想做我的新侄子？”另一個孩子回應道：“好呀，我太願意了。”盧西安攥緊拳頭：“姑姑總是想去孤兒院看其他的孩子，明明我才是姑姑唯一的侄子。”盧西安喊道：“姑姑带我一起去吧。”露塞拉看着他說道：“盧西安，我這次很快就回來，你不用跟着我。”盧西安反駁道：“不是那樣的，我也想去看看孤兒院。”露塞拉猶豫着說道：“你可能會覺得那裡一點也不好玩。就算我努力當個好孩子，如果姑姑被搶走了，那就全都沒意義了。這種時候，看來只能用那一招了。”盧西安大聲喊道：“姑姑！”他睜大閃亮的眼睛，哀求道：“請帶我一起去吧，好不好？”只能用姑姑無法拒絕的終極撒嬌戰術了。露塞拉被他的樣子驚呆，他輕咳一聲說道：“好吧，真拿你沒辦法，去換衣服，然後過來吧。”盧西安興奮地跳起來：“謝謝姑姑！”盧西安來到孤兒院，這裡的孩子比我想象中還要多，我真的能在這裡保護好姑姑嗎？阿梅利亞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伸出手說道：“你好，盧西安，很高興見到你，我的名字是阿梅利亞。”盧西安愣在原地，哇，從現在開始，讓我們好好相處吧。阿梅利亞微笑着向他伸出手，除了姑姑以外，我還沒見過這麼漂亮的人，為什麼我的心跳會變得這麼快？埃德溫突然跑了過來，阿梅利亞說他想和你分享姐姐。阿梅利亞尖叫道：“埃德溫！”盧西安看着他們，就算他生氣的時候，也還是非常可愛。埃德溫繼續說道：“利亞剛才一直在這裡等你呢。”阿梅利亞紅着臉反駁道：“我才沒有！當我第一次見到阿梅利亞的時候，她對我充滿了警惕。那時候的她明明非常討厭我，心裡有點感動。”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“阿梅利亞，這些餅乾是專門為你準備的，請一定要嘗嘗。以後我會經常帶好吃的零食過來，到時候大家一起分享。”好久不見了，阿梅利亞。露塞拉看着女孩疑惑地問道：“哎呀，你還沒吃那個餅乾嗎？”阿梅利亞低着頭，緊緊抓着裝餅乾的紙袋。“啊，我……”院長急忙跑過來喊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！”她气喘吁吁地解釋道：“抱歉，沒能出來迎接您。剛才有些孩子需要我的幫助，我們要不要進去談？有些關於經營的事情，我想和您商量一下。”露塞拉問道：“現在就要進去嗎？”“其實我今天把我的侄子也帶來了。”阿梅利亞突然牽住了盧西安的手，她看向露塞拉說道：“姐姐，別擔心，快進去吧，我會陪着盧西安的。”盧西安猛地一驚，露塞拉有些意外：“盧西安，你覺得這樣可以嗎？”盧西安低着頭回應道：“沒關係。”露塞拉笑着說道：“那我很快就回來。阿梅利亞，請幫我照顧好盧西安，只是離開一會，應該不會出什麼事吧？1個小時後，埃德溫笑着說道：“利亞，姐姐能經常過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阿梅利亞紅着臉，小聲警告道：“埃德溫，你最好別再跟姐姐亂說我的事了，剛才真是尷尬的快要死掉了。”盧西安坐在一旁，拖着腮生悶氣，他們看起來好親密，我好嫉妒。阿梅利亞催促道：“快嘗嘗這個餅乾，真的很好吃。等一下，我們把它分成3塊吧。”他們竟然為了一個餅乾就這麼興奮，這種東西我家裡多的是。盧西安突然靈光一現：“啊，就是這個。”他轉過頭問道：“那個，你們2個？”阿梅利亞疑惑地回應道：“盧西安大聲說道：“你們難道是乞丐嗎？我家裡有成堆的餅乾，各種各樣的都有。”阿梅利亞和埃德溫瞬間沉默了。盧西安得意地問道：“怎麼樣，你們不嫉妒嗎？只要你們過來，想吃多少我就給多少。”阿梅利亞沉下臉：“你說話的方式真的很糟糕，你知道嗎？”阿梅利亞繼續說道：“我知道你沒有惡意，但你覺得隨便叫別人乞丐，難道不無禮嗎？把比你貧窮的人稱作乞丐，這本身就是錯誤的。而且，你剛才說的話真的很傷人。”盧西安愣在原地：“傷人？姑姑告訴過我，絕對不能說傷害別人的話。如果被姑姑發現，她一定會因為受驚再次暈倒的。”阿梅利亞嘆了口氣說道：“看在你是姐姐侄子的份上，這次我就不計較了。”“你怎麼哭了？”盧西安捂着臉大哭道：“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讓你難過的。我以前幾乎沒有交過什麼新朋友，請千萬不要告訴姑姑。如果姑姑傷心的話，我真的不知道
該怎麼辦？阿梅利亞遞過餅乾說道。好了，盧西安，別哭了，拿着這個。盧西安抽泣着問道。那你不會告訴姑姑了嗎？阿梅利亞回應道。我沒那麼小氣，但你真的需要改改你說話的方式，我會幫你的。盧西安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他。阿梅利亞微笑着說道。所以下次你再那樣說話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，明白了嗎？如果聽懂了就點點頭。盧西安滿臉通紅，大聲回應道。好的。難道說阿梅利亞其實是一個天使嗎？2個小時後，露塞拉快步走在走廊。糟了，和老師們聊得太久了。他推開門，大聲問道。盧西安，你在哪裡？只要讓他和其他孩子單獨待在一起，準會出事，千萬別告訴我說他已經把原著主角們全都給得罪了。遠處傳來一聲犬吠，露塞拉停下腳步。孤兒院裡有養狗嗎？阿梅利亞撫摸着盧西安的頭髮。好乖呀，Coco。盧西安跪在地上，搖着屁股回應道。嘿嘿汪汪。露塞拉驚恐地張大嘴巴。盧西安繼續叫道。汪汪汪。我現在到底在看什麼？這種氣氛太詭異了。他轉頭看向一旁，那是埃德溫，他抱着泰迪熊蹲在地上，看起來很不開心。難道是因為阿梅利亞太關照盧西安，所以他吃醋了嗎？等一下，我想起來了，在這個時間點，埃德溫應該還暗戀着阿梅利亞才對。萬一原著男主角和盧西安互相討厭，那該怎麼辦？露塞拉抱住腦袋，小孩子的情感真是完全無法預測。阿梅利亞看起來很喜歡盧西安，真是鬆了一口氣。盧西安似乎也很喜歡他，我從沒見他對別人那樣笑過。露塞拉看向角落，埃德溫因為被冷落顯得很消沉。如果他因此怨恨盧西安，那就麻煩了。該怎麼辦呢？先去安慰一下他吧，他們還只是孩子，只要營造出融洽的氛圍就行。埃德溫，他在陰影中轉過頭。露塞拉蹲下身子問道：“你在做什麼？”埃德溫抱着熊回應道：“姐姐。”露塞拉看着正在玩耍的2人，他們是在玩過家家嗎？謝謝你幫我和阿梅利亞一起照顧我的侄子。埃德溫避開視線，低聲回應道：“是利亞在照顧盧西安，我其實什麼都沒做。”露塞拉蹲下身子問道：“你是因為阿梅利亞只關注盧西安，所以生氣了嗎？”埃德溫拼命搖頭說道：“不，阿梅利亞對誰都很親切，我一點都沒生氣。他顯然是在逞強，該怎麼逗他開心呢？”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“埃德溫，其實我小時候也有一個非常喜歡的好朋友。”埃德溫抬起頭好奇地看着他，但是有一天，那個朋友突然和另一個孩子變親近了。我希望那個朋友眼裡只有我一個人，所以獨自生悶氣，覺得很受傷。但隨着時間流逝，我意識到了一件事，除了那個朋友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人。如果我讓每一段新關係都傷了我的心，那我只會先傷到自己。埃德溫沉默片刻說道：“但對我來說，阿梅利亞是最珍貴的。利亞那麼漂亮、善良又勇敢，和她相比，我只是個膽小、平凡的人。我知道她永遠都不會喜歡我。”露塞拉愣在原地，天哪，這孩子在說什麼？這種想法太危險了。他急忙反駁道：“完全不是那樣的，埃德溫。”露塞拉撫摸着埃德溫的頭：“你既善良又可愛，尤其是這雙眼睛，真的非常漂亮。”埃德溫愣在原地，臉頰微微泛紅。露塞拉眨了眨眼說道：“我想到了一個能讓你開心的方法。”他在牆上貼起告示：“露塞拉美髮沙龍正式開業。”孩子們圍在四周，發出陣陣驚嘆：“哇，真的好厲害！姐姐什麼都會做，我也想要剪頭髮。”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“等一下，埃德溫，接下來輪到你修剪劉海了。”他拿起剪刀，熟練地忙碌起來。埃德溫看着鏡子，輕聲回應道：“姐姐，你真的很厲害。”露塞拉揮動剪刀說道：“盧西安的頭髮一直都是我剪的，除了我，他不讓任何人碰。好了，把頭抬起來讓我看看。”天哪，埃德溫，你真是太可愛了！埃德溫紅着臉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露塞拉轉頭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覺得呢？”埃德溫很可愛吧？阿梅利亞睜大眼睛說道：“哇，埃德溫，你看起來完全不同了，你的眼睛在閃閃發光，真的好漂亮。”周圍的孩子們也跟着一起起哄。埃德溫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真的嗎？嘿嘿。”這時有人抓住了露塞拉的裙角，盧西安大聲喊道：“姑姑，姑姑，也給我剪頭髮吧！”露塞拉流着冷汗說道：“什麼？你不久前才剪過呀？而且每次要理髮時，你總是到處亂跑。”盧西安紅着臉反駁道：“我哪有？快點幫我剪了！”露塞拉嘆了口氣說道：“真是拿你沒辦法，過來坐好，只幫你修剪一下前後。”盧西安乖乖坐下說道：“一定要剪得帥氣一點。”露塞拉揮動剪刀：“好了，大功告成。”盧西安跳下椅子，飛快地跑向阿梅利亞。“利亞，你看我怎麼樣？我是不是也很可愛？”露塞拉收起圍布，都說養孩子沒用，真是個見色忘友的小鬼。不過看到盧西安笑得那麼開心，也算值得了，這種感覺真不錯。孩子們圍着露塞拉喊道：“姐姐，下次幫我剪頭髮吧。”“我也是，我也是。”露塞拉笑着回應道。“好了，大家快過來這裡。”在那之後，盧西安每天都跟着我去孤兒院報到，僅僅是為了見到阿梅利亞。盧西安背着包喊道：“姑姑，快點出發吧！”露塞拉無奈地問道：“知道了，但你包裡裝了什麼？”盧西安興奮地回應道：“我要帶玩具給利亞看，她一定會喜歡的。”嘿嘿，他完全被阿梅利亞迷住了，甚至都不打算掩飾。露塞拉微笑着说道：“是啊，她會喜歡的。準備好了嗎？”吉爾伯特走上前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最近您每天都帶着小主人出門，請問您到底要去哪裡？”露塞拉睜大眼睛，这個聲音。吉爾伯特拿着文件說道：“關於您之前交給我的孤兒院貪污證據，我想和您談談。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我要帶盧西安去孤兒院，她真的很喜歡那裡的孩子們。”盧西安躲在裙擺後悄悄探出頭來。吉爾伯特嚴肅地說道：“
小姐，無論小主人現在多麼年幼，他依然是公爵的兒子，讓他與平民混在一起，實在太不合適了。萬一他從那些孩子身上學到壞習慣，該怎麼辦？露塞拉沉默地看着他，這家伙真是什麼話都敢往外說。明明公爵本人連看都不来看一眼兒子。在原著故事裡，吉爾伯特從一開始就很討厭露瑟拉，他反感露塞拉一直住在公爵府，並指責他沒能好好教導盧西安。諷刺的是，他對待埃德溫卻格外親切，僅僅是因為公爵非常寵愛那個孩子。露塞拉反駁道：“盧西安也可以在孤兒院做志願者並交朋友，通過社交互動，他能獲得情緒穩定，這有什麼問題？那些孩子都很善良，出問題的是大人，請不要再找借口了。”吉爾伯特推了推眼鏡，好吧，或許他至少能學會如何通過玩耍來管理僕人。我有其他事情要處理，請不要回來得太晚。他轉身離去，真是個自大的混蛋。露塞拉平復心情說道：“走吧，盧西安，我們快點出發去玩吧。”盧西安用力點頭回應道：“盧西安指着玩具說道：“這些全都是我的玩具。”周圍的孩子們驚嘆道：“哇，好酷啊！”盧西安大方地說道：“看在今天的份上，我就讓你們玩一下吧。”露塞拉站在一旁，盧西安竟然在分享，他以前可是非常護食的孩子，大概是為了給阿梅利亞留下好印象，才故意這麼做的吧。不過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。盧西安湊近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想玩哪一個？”阿梅利亞看着玩具，沒有立刻回應。“啊，那個八音盒很漂亮吧？那是姑姑去年聖誕節送給我的，每當我睡不着的時候，聽着它就能入睡。”阿梅利亞回應道：“這個旋律是媽媽以前經常唱的搖籃曲，每當我害怕的無法入睡時，她都會唱給我聽，聽着它讓我更加想家了。”阿梅利亞看向露塞拉，如果是她的話，即便發現我是阿格里斯家族失蹤的女兒，她也會不带目的地真心幫助我吗？我已經決定了。阿梅利亞合上八音盒，我不會再繼續等待叔叔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回到屬於我的地方。露塞拉姐姐。露塞拉放下手中的勺子，轉過身問道：“怎麼了，阿梅利亞？”阿梅利亞猶豫着說道：“那個，我有話想單獨和你說。”阿梅利亞想跟我說什麼？會是什麼事呢？露塞拉倒了一杯熱奶茶，遞過去說道：“來喝點暖和的奶茶吧。”阿梅利亞接過茶杯，回應道：“好的，謝謝姐姐。”露塞拉看着對面的女孩，阿梅利亞到底想單獨跟我說什麼呢？阿梅利亞低頭問道：“姐姐，你聽說過幾年前那場馬車事故嗎？阿格里斯侯爵的女兒在那場事故中失蹤了，雖然很難讓人相信，但我就是那個失蹤的女兒。”露塞拉愣在原地，一直隱藏身份的阿梅利亞竟然在告訴我真相。阿梅利亞繼續說道：“我的父母在那場事故中已經去世了，但我還有一個叔叔，他一定在拼命尋找我。他的名字是克勞德·阿格里斯，是現在的侯爵家主。父母在世的時候，我們兩家人的關係非常親近。”阿梅利亞陷入回憶：“哥哥嫂子，我來了。”中年男人迎上前來說道：“歡迎，旅途勞頓辛苦了。”克勞德披着白色斗篷，環顧四周，問道：“我沒事。阿梅利亞在哪？”幼小的阿梅利亞跑出來：“叔叔，我好想你。”克勞德笑着張開雙臂，將她抱在懷裡。叔叔像親生女兒一樣，一直疼愛着我。但在父母去世後，作為唯一的幸存者，我卻失去了回去的勇氣。我還太年輕，肯定会有人想利用我的處境來謀取私利。露塞拉看着眼前的女孩，阿梅利亞，這是你第一次把这些事告訴別人嗎？阿梅利亞垂下眼簾，院長的態度讓我更加確信了這一點。回憶中，院長低聲說道：“那個叫阿梅利亞的孩子，看起來教養很好吧？如果他真的出身名門，我們能把他賣個好價錢，我再也無法信任任何人。我也擔心，如果我離開了，留在這裡的孩子們該怎麼辦？所以我決定留下來，一邊保護這些孩子，一邊等待叔叔的消息。”阿梅利亞露出微笑說道：“但現在沒關係了，因為姐姐會把這裡變成一個美好的地方，對吧？我想信任姐姐，並請求你幫我一個忙，你能幫我安全的回到叔叔身邊嗎？”沒想到阿梅利亞竟然如此深切的信任我，如果我幫她，重逢的時間會比原著提前。但是露塞拉握住她的手：“阿梅利亞，謝謝你願意信任我，並把這些事告訴我，我一定會讓你平安回到叔叔身邊的，我絕不能背叛這個終於對我敞開心扉孩子的心意。”回到公爵府後，我立刻給阿格里斯侯爵寫了一封信，信中告知了阿梅利亞的消息以及孤兒院的位置。幾天後，阿格里斯侯爵領地，月色籠罩着宏偉的宅邸，侍從迎上前來說道：“歡迎回來，大人，尋找小姐的事情有什麼進展嗎？”克勞德大步走進宅邸，不，又是一次徒勞無功。克勞德神色落寞，自從那場事故後，我一直在尋找侄女，卻始終沒有任何線索。阿梅利亞，你到底在哪裡？請一定要平安無事。侍從走上前說道：“大人，您不在的時候，有一封信寄到了。”克勞德停下腳步，問道：“信？”侍從遞上信封，回應道：“是的，似乎是一位名叫露塞拉·利爾弗雷的小姐寄來的。”克勞德接過信封，露塞拉·利爾弗雷，那不是為了照顧侄子而留在維洛蒙公爵領的那位小姐嗎？我們之間應該沒有交集才對。克勞德拆開信封，展開裡面的信紙：“尊敬的阿格里斯侯爵，我寫這封信是為了告知您一個緊急消息，在維洛蒙公爵領的一家孤兒院，發現了一名疑似是侯爵家失蹤女兒的孩子。”克勞德猛地睜大眼睛：“能否請您盡快訪問確認？”露塞拉·利爾弗雷敬上，克勞德緊緊攥住信紙，雙手微微顫抖。這侍從見狀緊張地問道：“大人，發生什麼事了？”克勞德猛地抬頭，眼神中充滿了急切。“現在立刻準備前往維洛蒙公爵領的馬車。”馬車在暴雨中疾馳，車輪劇烈顛簸，
如果阿梅莉亞一直待在維洛蒙嶺的孤兒院，難怪這3年我找不到她。侯爵領離那裡太遠了，我很難把手下派往其他領地。克勞德緊握着信紙，雖然這封信也可能像以前那些一樣，只是個假消息。自從我開始尋找阿梅莉亞，無數人帶着虛假信息找上門，只為了騙取賞金，甚至有人帶回長得像阿梅莉亞的孩子，但沒有一個是真的。可不知為何，這次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，我終於能見到侄女了。克勞德看向窗外，雨勢越來越大了。該死！如果不是這鬼天氣，我們現在應該已經到了。他對着窗外大聲說道：“喂，能不能再快一點？”馬車輪在泥濘中飛轉，突然發出一聲巨響，馬車在雨中失控，駕駛員驚恐地大喊：“大人，小心！”與此同時，維洛蒙公爵府內，露塞拉看着窗外說道：“雨下得這麼大，不知道還能不能去孤兒院。”盧西安抱着玩偶撒嬌地回應道：“我們可以去的，我想快點見到阿梅莉亞。”露塞拉摸了摸他的頭，笑着說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們準備出發。”門外傳來急促的敲門聲，女僕慌張地跑進來說道：“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公爵嶺南部的阿吉爾山發生了山體滑坡。”露塞拉神色凝重，偏偏在公爵不在的時候，他立刻問道：“有人員傷亡嗎？”女僕搖了搖頭回應道：“我們的人都很安全，但是一個從未見過的馬夫正在大門外敲門求救。”馬夫說他的主人被困在土堆下的馬車裡了，而那個人就是克勞德·阿格里斯侯爵。露塞拉手中的发书啪嗒一聲掉在地上。克勞德·阿格里斯。窗外暴雨如注，阿梅莉亞坐在床邊看着窗外的雨幕，雨下得真大。盧西安和露塞拉姐姐說明天會到的，希望他們平安無事。荒野中雷雨交加，搜救者大聲問道：“找到載着侯爵的馬車了嗎？”另一人喊道：“還沒有，雨水把地面變成了泥漿，根本沒法追蹤。”露塞拉站在雨傘下，看着眼前的泥沼，難道侯爵被埋在這片巨大的泥土堆下了？我不該寄出那封信的，這和阿梅莉亞父母遭遇的事故一模一樣。即使會造成延誤，我也該讓劇情按原樣發展。如果阿梅莉亞因為我失去了唯一的家人，怎麼辦？露塞拉搖了搖頭，不，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，救出侯爵才是首要任務。我應該向公爵家請求增援。他突然停下腳步，看向身旁的女僕。對了，這只狗很完美。女僕抱着白色的狗問道：“什麼？為什麼要帶上珍妮？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我見過他追逐小動物，如果讓他聞聞侯爵的東西，或許能感知到被埋在泥土下的人。”白色的狗在雨中努力嗅着地面的氣味。好孩子，幹得漂亮，珍妮。女僕神色慌張地問道：“小姐，您打算做什麼？”露塞拉伸手抓起鐵鍬：“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，現在需要動用所有能動用的力量。”女僕看着他的背影，露出擔憂的神情。搜救人員在雨中喊道：“泥土一直在往下滑，根本挖不動。”露塞拉踩進泥濘，指揮众人喊道：“小心挖掘，把土移開，不要讓它往這邊塌陷，用木桶把泥土運走。”吉爾伯特衝上前喊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您到底在做什麼？快點住手！”他看着滿身泥濘的露塞拉，繼續斥責道：“您在這種天氣衝出來，竟然在眾人面前做出如此失禮的舉動，立刻停止這種行為！您在玷污維洛蒙的名號！”露塞拉停下動作，轉頭看向對方，反駁道：“吉爾伯特先生，您說的話太荒唐了！難道拯救生命還不如維持體面重要嗎？如果您不打算幫忙，那就至少別來干擾我。”吉爾伯特被對得啞口無言，只能愣在原地。露塞拉繼續用力挖掘，鐵鍬突然撞到了硬物，他猛地睜大眼睛。搜救人員大聲喊道：“是馬車門，快把繩子拿過來！”大家一起用力拉，馬車在泥沼中劇烈晃動。露塞拉腳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在泥地裡。“小姐，您沒事吧？”露塞拉顧不上疼痛，看向車廂內喊道：“啊，侯爵大人！”克勞德坐在車廂內，渾身血跡斑斑。搜救者興奮地喊道：“他在馬車裡面，看起來沒有生命危險。”克勞德緩緩睜開眼，虛弱地問道：“這是哪裡？”露塞拉衝上前喊道：“阿格里斯侯爵，看到你還活着，我真的鬆了一口氣。”克勞德看着他，這個女人是誰？為什麼用這種眼神看着從未謀面的男人？露塞拉擦去眼淚說道：“請原諒我遲到的介紹，我是露塞拉·利爾弗雷，是給你寄信的人。阿梅莉亞正在等你，侯爵大人。”“沒錯，阿梅莉亞。”他掙扎着想要站起身，“請立刻帶我過去。”露塞拉急忙扶住他說道：“侯爵大人，您現在絕對不能亂動。”克勞德靠在他肩上說道：“但是阿梅莉亞一定在等着我，即便在這種狀態下，他心裡也只有自己的侄女。求你了，我找了那個孩子整整3年，請讓我再次履行作為他叔叔的職責。”露塞拉急忙回應道：“侯爵大人，沒必要這麼急躁，我保證你會見到他，但絕對不是以這種樣子。想象一下阿梅莉亞看到你現在的樣子，會受到多大的驚嚇。他已經在類似的事故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，這會讓他再次受到創傷。”克勞德沉默了片刻，低聲回應道：“你說的對，是我太魯莽了。”露塞拉鬆了一口氣說道：“侯爵大人，請先回公爵府邸接受醫生的治療。”克勞德點了點頭。露塞拉突然感到一陣眩暈，為什麼我會覺得是因為知道他安全了？緊繃的神經終於放鬆了嗎？世界好像在旋轉。他身體一歪，失去了意識。克勞德伸手接住他：“小姐！”天哪，他的身體燙得驚人。他焦急地喊道：“小姐，請振作一點。”隨從在一旁說道：“他一定淋了太久的雨，快把他抬到馬車上去。”露塞拉意識模糊地靠在對方懷裡。啊，沒錯，雨下得那麼大，我剛才光顧着挖掘，竟然完全沒注意到身體已經到了極限。耳邊傳來克勞德焦急的呼喊聲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！”不過侯爵平安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這樣一來，我就能遵守對阿梅莉亞的承諾了。露塞拉在床上睜開眼，這是哪裡？女僕推門而入，驚喜地喊道：“您終於醒了，利爾弗雷小姐。”
露塞拉揉着額頭問道：“我又暈倒了嗎？”女僕端着茶走近說道：“是的，您不知道大家有多擔心，幸好上次剩下的退燒藥幫了大忙。”他放下茶杯，繼續說道：“阿格里斯侯爵也很安全。”露塞拉猛地坐起身問道：“啊，侯爵現在在哪裡？”女仆回應道：“他在客房，正和他的侄女在一起。”露塞拉驚訝地問道：“阿梅利亞在這裡？”女僕點頭說道：“是的，您不記得了嗎？昨天回程的馬車上。”女僕繼續回憶道：“昨天在馬車上，您一直堅持要這麼做。”露塞拉在昏迷中斷續地說道：“請把阿梅利亞從孤兒院接過來，她需要盡快見到她的叔叔。”露塞拉聽完感嘆道：“原來是這樣，真高興他們重逢了，那真是一次感人的家庭團聚。你应該看到的。”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盧西安大喊着衝進房間：“姑姑！”他撲進露塞拉懷裡，大聲哭喊道：“姑姑，我以為你真的要死了，我好害怕。”露塞拉抱住他安慰道：“對不起，盧西安，我現在已經沒事了。”盧西安抬起頭喊道：“那是謊話，你知道這種事已經發生多少次了嗎？”露塞拉尷尬地笑了笑：“对此我確實無話可說。”盧西安抽泣着問道：“但是姐姐，那個和你一起回來的男人到底是誰？”露塞拉愣了一下問道：“男人？”他有着和阿梅利亞一樣的金髮，頭上還纏着繃帶，是個很高大的男人。話音剛落，克勞德拄着拐杖緩緩走進房間。“利爾弗雷小姐，您感覺好些了嗎？昨天您突然暈倒，我真的很擔心啊！就是他，天哪！昨天我神志不清，竟然完全沒注意到，原著女主角的叔叔竟然摔得這麼離譜嗎？”他露出微笑說道：“是嗎？那我就放心了。阿梅利亞告訴我了這段時間發生的一切，我不知道該如何報答這份恩情。”盧西安躲在旁邊觀察，他看着他時為什麼要臉紅？門外傳來敲門聲，阿梅利亞在門外喊道：“姐姐，是我，阿梅利亞。”阿梅利亞推門走進房間說道：“聽說你醒了，所以我來看看你。”露塞拉看着他感嘆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真是太可愛了。”阿梅利亞露出笑容回應道：“謝謝你的誇獎，也謝謝你讓我見到叔叔，這一切都多虧了姐姐。”一旁的女僕擦着眼淚說道：“看到侯爵和小姐在一起，我就想起了他們第一次見面。”露塞拉疑惑地問道：“發生了什麼？”女僕陷入了回憶。幾個小時前，馬車停在宅邸門前，車夫恭敬地說道：“現在該稱呼您為小姐了，請小心下車。”阿梅利亞走下馬車回應道：“好的，謝謝你。”他看着眼前的宏偉建築，哇，叔叔真的在這裡嗎？女僕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是的，他正住在客房裡，請跟我來，我帶您去侯爵的房間。”阿梅利亞跟在女僕身後，穿過華麗的長廊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女僕在一扇大門前停下，輕聲說道：“我们到了。”阿梅利亞停下腳步，注視着眼前的房門。叔叔就在這個房間裡，萬一他不認得我怎麼辦？我已經失蹤3年了。不，如果他大老遠趕來就是為了見我，那叔叔一定一直在等我，所以不要害怕。阿梅利亞握緊門把手，推開了沉重的房门。克勞德坐在床邊，驚訝地抬起頭：“難道是？我一眼就認出你了。”他露出溫柔的微笑，說道：“我親愛的侄女，阿梅利亞。”阿梅利亞眼眶濕潤：“克勞德叔叔！”他飛奔過去：“叔叔！”克勞德張開雙臂，緊緊抱住她：“阿梅利亞，我真的好想你。”阿梅利亞放聲大哭，他輕撫着女孩的背，溫柔地問道：“這段時間你一直過得好嗎？你沒有在哪裡受傷吧？”阿梅利亞流着淚點頭道：“我沒事。但是叔叔，你為什麼傷得這麼重？我好難過。”克勞德安慰道：“我沒關係，只是受了一點輕傷。”他看着哭泣的女孩，心疼地說道：“別哭了，對不起，我來得太晚了。”女僕躲在門後，擦着眼淚，感嘆道：“真是太感人了。”露塞拉輕聲說道：“原來在我睡着的時候，發生了這麼多事。”克勞德點頭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多虧了你，我才能和唯一的親人重逢。阿梅利亞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人，言語已經無法表達我對你的感激之情。”露塞拉有些局促地說道：“沒關係，我做這些並不是為了讓你道謝。”克勞德拄着拐杖慢慢走向他，說道：“我這麼說，不只是因為你為他做的事。”露塞拉疑惑地問道：“什麼？”他轉頭看向身邊的女孩：“阿梅利亞，能幫我拿一下拐杖嗎？”阿梅利亞乖巧地接過拐杖。克勞德握住她的手，說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請把手借給我一下。”露塞拉有些遲疑：“好的，如果不是因為你的勇氣，小姐，我可能已經凍死在馬車裡，再也見不到阿梅利亞了。”克勞德單膝跪地，低下頭親吻她的手背。露塞拉滿臉通紅地喊道：“侯爵，你現在這是在做什麼？”他抬起頭，眼神堅定地說道：“我以阿格里斯家族的名義向你起誓，我克勞德·阿格里斯餘生將只為你而活。”露塞拉·利爾弗雷。露塞拉徹底愣在原地。露塞拉慌亂地喊道：“等一下，這難道是賦予我家族權力的榮譽誓言嗎？”他猛地站起身說道：“我不能接受這個，請立刻收回。”阿梅利亞走上前說道：“不，姐姐，你也知道榮譽誓言是永遠無法撤銷的。”露塞拉為難地回應道：“阿梅利亞。”但是阿梅利亞認真地說道：“你不僅救了叔叔，如果叔叔死了，他就無法找到我，阿格里斯的血脈也會就此斷絕。你救了我們全家，即使是榮譽誓言，也不足以報答這份恩情。”阿梅利亞說的對，你才是那個拯救了阿格里斯家族的人。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我無意撤回榮譽誓言，請接受它。這簡直太瘋狂了！我只是想避開盧西安死亡的結局，只是想讓阿梅利亞和克勞德提前重逢而已。”露塞拉有些遲疑：“侯爵，我……”一只小手猛地甩開克勞德的手。盧西安衝到前面喊道：“大叔，離我姑姑遠點！”露塞拉愣住了。盧西安，他覺得我有麻煩，所以是在保護我嗎？真是太可愛了。
盧西安憤怒地吼道：“你怎麼敢抓他的手？別把你的細菌傳染給我姑姑！快走開！是因為握了手才讓他這麼生氣嗎？”盧西安拉起他的手：“姑姑，我們去洗手。”露塞拉被拽着離開。盧西安，等一下！克劳德站在原地看着他們離去。盧西安催促道：“快點洗手，不然你又要暈倒了。”露塞拉无奈地回應道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。”他站在鏡子前，等等，我為什麼長成這樣？頭髮亂糟糟的，臉色也這麼差，真不敢相信，他竟然對着這樣的我許下了榮譽誓言。盧西安大聲喊道：“姑姑，你在幹什麼？快用肥皂洗乾淨，快點，快點！好啦，等等我。”盧西安，克勞德拄着拐杖說道：“我們也回房間吧。”阿梅利亞，阿梅利亞點頭回應道：“好的，叔叔。”兩人走在長廊上，路過的女僕小聲嘀咕道：“偏偏在這個時候帶客人回公爵府。”阿梅利亞停下腳步，他們是在說我們嗎？兩名女僕在走廊竊竊私語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他先把孤兒院的人帶回來，對於一個免費住在這裡的人，這難道不覺得太過分了嗎？而且他為什麼要召喚住在那麼遠的格里斯侯爵？誰知道呢？也許是聽說了他長得很帥。阿梅利亞沉默地聽着這些議論。他推開房門走進臥室，克勞德坐在床邊，深深地嘆了口氣：“我是不是太魯莽了？”阿梅利亞關心地問道：“叔叔，你還好嗎？”剛才他那副困惑的表情真的非常可愛。克勞德忍不住笑出聲。阿梅利亞看着他說道：“叔叔，你還是想好好感謝洛塞拉姐姐，对吧？那麼我有一個好主意。”克勞德疑惑地問道：“好主意？”阿梅利亞露出神秘的微笑：“那個主意就是……”阿梅利亞豎起手指，一臉認真地說道：“叔叔，你應該和洛塞拉姐姐結婚。”克勞德瞬間滿臉通紅：“你剛才說什麼？”克勞德驚訝地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結婚？你怎麼突然說這個？”阿梅利亞回應道：“我不是在開玩笑，叔叔，我不明白為什麼，但這家裡的人對洛塞拉姐姐並不友好，甚至在我們來的路上，僕人們也在背後議論她。”克勞德皺起眉頭：“什麼？他們為什麼要那樣？”阿梅利亞堅定地說道：“所以，如果叔叔娶了她，就能把洛塞拉姐姐帶進我們的家族，讓她過上舒適的生活。而且，叔叔，你對她並不是毫無感覺吧？”克勞德慌亂地回應道：“什麼？你在胡說什麼？”阿梅利亞盯着他說道：“我全都看到了。你平時連正眼都不看女人，甚至會拒絕侍女的茶水。但當你宣誓效忠時，你看洛塞拉姐姐的眼神一點都不尋常，那簡直和爸爸看媽媽時一模一樣。”克勞德沉默地低下頭。阿梅利亞說得對，從我第一次見到洛塞拉小姐的那一刻起，我這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種溫暖且令人心跳加速的東西。如果說我想永遠留在她身邊，保護她那善良的心，僅僅是因為她是我的恩人，那絕對是在撒謊。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嗎？克勞德有些局促地問道：“表現得有那麼明顯嗎？”阿梅利亞得意地回應道：“正因為是我才發現了，別人都沒注意到。不過別擔心，叔叔，我也觀察了洛塞拉姐姐，她的表情說明她肯定也對你有好感。”克勞德緊張地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他猛地拍向大腿說道：“好，我決定了，我現在就去向麗爾·弗雷小姐正式求婚。”阿梅利亞跺着腳喊道：“不行，如果你突然求婚，你覺得會成功嗎？尤其是像洛塞拉姐姐那樣心思細膩的人，你必須小心翼翼地接近。”克勞德愣在原地問道：“是這樣嗎？那我該怎麼做？”阿梅利亞嘆了口氣說道：“叔叔，你沒談過戀愛，表現得太明顯了。沒辦法，我阿梅利亞就來當你的戀愛導師吧。”第一課，先試着自然地邀請他一起喝杯茶，從輕鬆的話題開始聊。克勞德慌忙翻開本子，等等，讓我先記下來。1周後，為了接近洛塞拉小姐，我以養傷為借口留在了維洛蒙公爵府。我按照阿梅利亞的建議，制造了幾次偶遇，試圖表現得自然一些。克勞德走向洛塞拉說道：“丽爾·弗雷小姐，要不要一起喝杯茶？”洛塞拉驚叫一聲，連連搖頭後退：“對不起。”他轉身飛快地跑開了。不知為何，洛塞拉小姐每次見到我都會立刻躲開。克勞德在露台攔住他：“麗爾·弗雷小姐今天有空嗎？”洛塞拉有些局促地回應道：“這個公爵不在期間，我有很多事務要處理。”克勞德繼續說道：“我聽說公爵下周就會回來，到時候你能抽出時間嗎？”洛塞拉睜大眼睛：“公爵下周就要回來了？”克勞德關切地問道：“是的，是有什麼問題嗎？你的臉色看起來不太好。”洛塞拉勉強擠出微笑：“沒什麼。吉爾伯特竟然故意瞞着我這個消息。既然如此，趁着侯爵還在這裡，我必須盡快把埃德溫帶回公爵府才行。”洛塞拉看向克勞德說道：“侯爵大人，我想今天我有時間，比起喝茶，您願意陪我去個地方嗎？”馬車在林間穿行，阿梅利亞興奮地說道：“叔叔，你知道嗎？姐姐第一次去孤兒院時，還親手烤了餅乾呢。”克勞德笑着回應道：“真的嗎？看到他們相處得這麼好，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。”盧西安似乎也不在，那麼排斥侯爵大人了。只要解決了埃德溫的事，我就能改變盧西安的未來吧。首先要配合公爵回來的日子，我會邀請埃德溫和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起來公爵府做客。既然他們是阿梅利亞的朋友，公爵應該無法拒絕。只要讓公爵和埃德溫自然的見面，就像原著劇情那樣，公爵會意識到埃德溫是他的親生兒子，然後立刻把他接進公爵府生活吧。盧西安和埃德溫現在已經認識了，只要稍加引導，他們就能像親兄弟一樣一起長大，而不是成为宿敵。雖然我也可以把埃德溫送到遠離公爵的地方，但這個孩子又犯了什麼罪呢？錯的是公爵才對。只要我現在再努力一點點，就能拔掉盧西安的死亡 flag， 讓大家都能幸福的生活。再堅持一下吧，洛塞拉。阿梅利亞拉着克勞德說道：“各位，
讓我向你們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的叔叔克勞德·阿格里斯侯爵。克勞德微笑着回應道：“很高興見到大家，謝謝你們這段時間一直照顧阿梅莉亞。”孩子們紛紛驚嘆道：“哇，阿梅莉亞的叔叔好高啊！但是阿梅莉亞，你要跟着叔叔離開了嗎？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再也見不到你了？”我不想讓阿梅莉亞走，埃德溫，我想我很快就要跟着叔叔回到阿格里斯領地了，但我以後會經常來看大家的。埃德溫甩開他的手，哭着跑向2樓。阿梅莉亞驚呼道：“埃德溫！”露塞拉轉身叮囑道：“阿梅莉亞，你先和叔叔待在一起，我去安撫一下埃德溫。別哭了，阿梅莉亞說會回來的，又不是再也見不到了。”盧西安看着空蕩的走廊，姑姑，她突然去哪了？他順着樓梯尋找，應該是往這邊走了。一想到利爾弗雷小姐要離開這裡，我剛才竟然發火了，我真是太不理智了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露塞拉溫柔地回應道：“你一點都不自私，埃德溫，那是很自然的感情。”埃德溫在房間裡說道：“不過我真的很開心，莉亞找到了她的家人。姐姐，謝謝你讓他們重逢。”盧西安看向門縫，露塞拉姑姑，你和埃德溫在一起嗎？露塞拉溫柔地回應道：“埃德溫，你真的很了不起，相比之下，我們的盧西安還像個小嬰兒一樣呢。你知道嗎，埃德溫，下周你願意和我一起去阿格里斯侯爵領嗎？”盧西安躲在門後，驚恐地睜大眼睛。克勞德在走廊呼喊：“盧西安，利爾弗雷小姐，他們2個去哪了？”克勞德停下腳步，盧西安，你在這裡啊？盧西安躲在門後，身體不停顫抖。姑姑，他為了埃德溫要拋棄我了。克勞德疑惑地問道。盧西安，你為什麼在哭？是有什麼傷心事嗎？願意告訴叔叔嗎？小寶貝，盧西安咬緊牙關。露塞拉牽着埃德溫，我們回阿梅莉亞那裡吧。埃德溫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盧西安突然大喊：“我不是小寶貝！”露塞拉嚇了一跳，那是盧西安的聲音嗎？天啊，盧西安，你覺得你在對侯爵說什麼無理的話？露塞拉嚴厲地說道：“不管你多喜歡，惡作劇，這都太失禮了，立刻道歉！”盧西安大聲哭喊：“不，我討厭你姑姑！每次我们來這裡，你都只關心埃德溫，你是不是想拋棄我，然後收養他？”露塞拉震驚地問道：“什麼？你到底在說什麼？”他試圖安撫道：“盧西安，先冷靜下來談談。”露塞拉伸手去拉他，卻被盧西安用力甩開。“不，我討厭你！”他轉身跑向走廊深處。露塞拉在身後喊道：“盧西安，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？我沒想過會變成這樣。”露塞拉失魂落魄地坐倒在床邊，這一切都是我的錯。自從來到這家孤兒院，我一直只想着要和埃德溫親近，卻因此忽略了盧西安。作為監護人的我，把注意力全放在另一個孩子身上。盧西安一定很不安吧？那些壓抑已久的情緒，因為這場誤會徹底爆發了。如果不解決這個誤會，就把埃德溫帶回公爵領，他們的關係會變得和原著一模一樣。要讓埃德溫留在這裡嗎？直到他們關係好轉？但我比原著更早離開，埃德溫會孤零零一個人，我不能為了盧西安就去傷害埃德溫，我該怎麼辦？克勞德走進房間，小姐，露塞拉抬起頭，克勞德關切地問道：“小姐，你感覺好些了嗎？”“不用擔心埃德溫，我已經送他回去了。”露塞拉輕聲回應道。“侯爵。”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請不要太擔心關於盧西安的事情，這說明你們很在意彼此，只要你真心和他談談，他一定會理解的。”露塞拉嘆了口氣說道：“我不確定，他是個很固執的孩子，而且這次誤會很深，不知道他會不會接受我的道歉。”克勞德回應道：“我並不這麼認為。盧西安是個很出色的孩子，他跟着姑姑來到孤兒院，甚至願意把玩具分享給其他孩子。大多數同齡的孩子可做不到這一點。”露塞拉無奈地說道：“他那樣做，只是想在阿梅莉亞面前表現得好一點。”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是嗎？但在我看來，他是個充滿愛的孩子，他非常敬重他的姑姑。”露塞拉愣住了。“我嗎？”克勞德肯定地說道：“當然，他真的是個了不起的孩子。我們剛到公爵領的那晚，我去房間看你的情況。”克勞德推開房門，盧西安守在床邊，輕輕撫摸露塞拉的長髮。“我會整晚守着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好起來，好嗎，姑姑？”克勞德繼續說道。“盧西安整晚都在照顧你，表現得非常虔誠，像他這個年紀如此重視監護人的孩子，真的很罕見。所以我一直覺得他有一顆善良的心。”露塞拉看着他，難道他只是對我過度執着嗎？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雖然有人會把這稱之為執着，但建立這種情感紐帶絕非易事。盧西安對你展現出如此的奉獻，這難道不意味着你做得很出色嗎？你讓他明白了什麼是被愛，我真的很欽佩你，小姐。”露塞拉愣在原地。克勞德·阿格里斯，盧西安之前的行為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堅信着你比任何人都愛他，而且盧西安繼承了他唯一的姑姑那份善良。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我確信他會感受到你的誠意。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謝謝你，侯爵。是的，他說的對。當盧西安面對他的親生父親維洛蒙公爵時，他會變成世界上最安靜的孩子，因為他很清楚公爵永遠不會愛他。但在真正接納他的人面前，盧西安會大笑，會傾訴，會展現真實的自我。也許盧西安現在感受到的並不是背叛，盧西安只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關注。仔細想想，侯爵是第一個認可我努力的人，他看穿了盧西安真實的天性。我一直很擔心自己是否正確地撫養着盧西安，但現在多虧了侯爵，我找回了自信。”露塞拉堅定地說道：“侯爵，我要去告訴盧西安我的真實感受，我會告訴他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最愛的人就是他。”克勞德微笑着回應道：“呵呵，我會為你加油的，一切都會順利。”露塞拉轉身跑開，克勞德看着他的背影，
我希望能幫到他更多。盧西安躲在角落，蜷縮着身體。壞姑姑，她總是照顧其他的孩子，尤其是埃德溫，她總是圍着他轉。明明說好要一起去公爵領的，是因為埃德溫表現得更像大人，所以他想收養他嗎？明明在姑姑生病時，是我一直在照顧她。如果姑姑像爸爸那樣，也打算拋棄我怎麼辦？我剛才還推了那個叔叔，還對他大吼大叫。姑姑現在一定討厭死我了。如果連姑姑也不要我了，我該怎麼辦？腳步聲由遠及近，阿梅利亞走到他身邊。盧西安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啊，阿梅利亞。阿梅利亞繼續說道，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但大家都在找你，你最好還是回去吧。盧西安盯着他看。阿梅利亞問道，你剛才哭了嗎？盧西安慌張地回應道，沒有。阿梅利亞看着他，他是和姑姑吵架了嗎？阿梅利亞坐到他身邊。盧西安，你想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嗎？我會聽的。阿梅利亞問道，所以你覺得姐姐比起你更喜歡埃德溫嗎？盧西安揉着眼睛回應道，阿梅利亞安慰道，你這個傻孩子，姐姐比任何人都愛你。盧西安疑惑地問道，不，姑姑覺得埃德溫比我可愛得多，她剛才還說我只是個小鬼。阿梅利亞思索着說道，盧西安，記得你以前叫我們乞丐嗎？他突然驚慌地喊道，那時候是。阿梅利亞回應道，別擔心，我不是要責怪你。阿梅利亞說道，那時候你只是想和我們做朋友對吧？我只是因為誤會才生氣的，你不覺得這次也是誤會嗎？就像上次那樣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仔細想想他平時是怎麼對你的，也許那並不是他的真心話。盧西安陷入沉思，平時是怎麼對我的？現在回想起來，就在幾天前。露塞拉驚叫道，盧西安，茶杯摔碎在地上。盧西安慌張地回應道，姑姑，對不起，這只是個意外。露塞拉衝過來喊道，那不是重點，你受傷了嗎？讓我看看。他緊緊抱住盧西安說道，太好了，沒有受傷，我總算放心了。他總是這樣關心我，總是為我擔心，如果他不愛我，就不會在意我是否受傷，不像那個人。阿梅利亞問道，看吧，我是對的吧？盧西安低頭回應道，但是為什麼他要讓埃德溫來家裡？阿梅利亞解釋道，那可能是因為我很快就要離開孤兒院了，因為叔叔的關係，我一直住在你家，也許他想讓我們好好告別，畢竟我和埃德溫關係很好，就像你和我是朋友一樣。盧西安愣在原地。阿梅利亞。阿梅利亞疑惑地問道，盧西安緊張地問道，那麼我可以叫你利亞嗎？只有親密的朋友才能互相稱呼昵稱吧？我們是親密的朋友對嗎？阿梅利亞思索着說道，好吧，我沒理由拒絕。盧西安驚喜地問道，真的嗎？阿梅利亞微笑着回應道，作為交換，你要答應我一件事，去和你的姑姑和好，那樣我就允許你叫我利亞。盧西安興奮地喊道，好，我答應你，謝謝你利亞。阿梅利亞牽起他的手說道，現在我們去找姐姐吧。盧西安跟在身後，我和姑姑和好了，還和利亞成了好朋友，我真的好開心。露塞拉走在長廊，盧西安，你到底在哪裡？盧西安從身後跑來喊道，姑姑。他用力抱住露塞拉。盧西安。克勞德和阿梅利亞躲在門後靜靜看着他們。对不起，我不該對你大吼大叫，我應該先向你解釋清楚的。盧西安搖頭說道，不，姑姑，是我誤會了，對不起，我不該說討厭你，那不是真心話。露塞拉感動地回應道，盧西安，謝謝你願意相信我，我也非常愛你。盧西安大聲喊道，我也愛你，姑姑。露塞拉牽起他的手問道，那我們现在回家吧。盧西安用力點頭回應道，阿梅利亞看向克勞德，叔叔，你的計劃真的成功了對吧？克勞德疑惑地回應道，你說過你會去安慰露塞拉，還教我如何去安慰盧西安，你說這樣他們就能和好，你怎麼能精準猜到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呢？這個嘛，真誠的心總能找到通往彼此的道路。1周後，維洛蒙公爵領地，露塞拉幫盧西安整理歪掉的領結，別亂動盧西安。克勞德笑着說道，你一定很高興吧，馬上就能見到父親了。露塞拉僵硬地回應道，是的。盧西安卻低下了頭，看來他們並不知道公爵和盧西安的關係其實非常糟糕。盧西安低聲嘟囔道，我的父親真的很可怕。阿梅利亞疑惑地問道，你剛才說什麼？馬車停在了門口，吉爾伯特恭敬地喊道，歡迎回來公爵大人。馬車門開啟，旅途辛苦了公爵大人，您的歸來是我們的榮幸。維洛蒙公爵穿過長廊，兩旁的僕人紛紛低頭鞠躬。公爵停下腳步，低頭看向年幼的兒子。盧西安渾身僵硬，雙手緊緊抓着褲腿。好久不見。盧西安抬起頭，眼中充滿了恐懼。父親。維洛蒙公爵俯視着年幼的兒子，那雙金色的眼眸冰冷且毫無溫度。維洛蒙公爵走向前方，阿格里斯侯爵，好久不見。克勞德伸手向我說道，謝謝，我欠了您很大的人情。他側過身介紹道，這是我的侄女克勞德。阿格里斯。阿梅利亞行禮說道，很榮幸見到您公爵大人，我是阿梅利亞。她果然和傳聞中一樣可愛。維洛蒙公爵微笑着說道，是的，阿梅利亞，很高興見到你。露塞拉看着這一幕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公爵對克勞德和阿梅利亞這兩個外人如此親切，他卻故意無視，直接走過了親生兒子身邊。室內茶香四溢，維洛蒙公爵放下茶杯問道，在這裡住的還習慣嗎？有沒有感到不便？克勞德端起茶杯回應道，完全沒有，大家都非常親切，我們過得很好。維洛蒙公爵點頭說道，聽到這裡住得舒心，我就放心了。侯爵，如果有任何需要，請儘管告訴我。再次祝賀你能與侄女重逢。克勞德微笑着回應道，是的，
謝謝您。這種感覺已經持續很久了。他竟然對洛塞拉或者盧西安只字不提。盧西安明明是公爵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他卻如此公然的無視。想起阿梅利亞曾說過，家裡的人对洛塞拉並不友好，這恐怕都是因為家主維洛蒙公爵的影響。我應該說點什麼？克勞德開口說道。這都要多虧了洛塞拉小姐，如果不是她，我可能永遠找不到阿梅利亞。維洛蒙公爵停下動作。洛塞拉，克勞德繼續說道。是的，阿梅利亞在孤兒院遭受了很長時間的虐待。當時洛塞拉小姐為了盧西安的教育，正好去視察那座孤兒院。她在舉報院長後，非常用心的照顧那些孩子。阿梅利亞看到這些，覺得洛塞拉小姐值得信任，才拜托她來尋找我。甚至在洛塞拉小姐身體不適的時候，她也依然救了我。我這輩子從未見過如此熱心且堅定的女性，她值得被更多人認可。維洛蒙公爵放下茶杯，原來是這樣嗎？克勞德看着他，我很想開口勸說，讓他對洛塞拉小姐還有盧西安少爺好一點，但現在說這些恐怕有些越界了。維洛蒙公爵看了看時間，說道：“已經這麼晚了，長途跋涉一定很累，今天就先聊到這裡。”克勞德起身說道：“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見我。”維洛蒙公爵獨自坐在書房，原來是洛塞拉做的嗎？維洛蒙公爵拿起桌上的報告，看來吉爾伯特爵士提交的報告是真的，關於領地內孤兒院管理問題的報告。如果不是因為洛塞拉，這件事恐怕還要很久才能被揭發。聽說他還在盡心盡力的教育盧西安，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了，我應該找他談談。第二天早晨，餐廳裡擺滿了精緻的食物。洛塞拉看着餐桌，哇，我從來沒見過這麼豐盛的早餐，更不用說那個男人了，那個總是獨自用餐的維洛蒙公爵竟然也在，是因為阿格里斯侯爵和阿梅利亞在這裡嗎？等等，侯爵並不在這裡。洛塞拉看向阿梅利亞問道：“阿梅利亞，你叔叔不下來嗎？”阿梅利亞放下水杯回應道：“啊，他身體不太舒服，正在休息。”洛塞拉點了點頭，希望他能快點好起來，真讓人擔心。維洛蒙公爵突然開口，洛塞拉，他有些驚訝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公爵大人，他竟然叫了我的名字，真是反常。”維洛蒙公爵看着他繼續說道：“我聽說你最近為了盧西安的教育，去孤兒院做志願者，並且把腐敗的院長和職員移交給了治安局。不僅如此，你還讓阿格里斯侯爵與他的侄女重逢，甚至救了他的命，你做得非常出色。”洛塞拉有些局促地說道：“謝謝您。”公爵竟然在誇獎我，這還是第一次，而且還是當着所有人的面。周圍的僕人們也都露出了不可思議的表情。維洛蒙公爵看着他說道：“所以，我打算獎賞你，你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？”洛塞拉愣住了，真是個好機會，這樣就能順理成章地把埃德溫帶到這裡來了。他深吸一口氣說道：“那麼我可以邀請孤兒院的孩子們今天來府邸做客嗎？我想在阿梅利亞離開前為他舉辦一場派對。”維洛蒙公爵放下餐具問道：“這就是你想要的獎賞嗎？”洛塞拉有些不安地問道：“啊，難道不可以嗎？”維洛蒙公爵沉默片刻說道：“可以，但作為交換，在我結束晚上的工作前，必須把他們送回去。”洛塞拉興奮地回應道：“非常感謝您。”維洛蒙公爵轉頭看向管家說道：“去準備馬車，把孩子們接過來。”管家躬身回應道：“遵命，公爵大人。”他竟然這麼輕易就答應了。公爵到底是怎麼了？難道是因為昨天阿格里斯侯爵和他談過話，關於孤兒院的事情？侯爵是不是對他說了什麼？在回房間之前，我應該先去一趟侯爵那裡。洛塞拉端着托盤走在走廊，該怎麼開口才好？總不能直接問他是不是幫我說了好話。門竟然是開着的，他輕輕推開門說道：“那個打擾了，侯爵大人，您身體感覺好點了嗎？”洛塞拉猛地睜大眼睛，克勞德正赤裸着上身背對着門口，繃帶從他寬闊的肩膀滑落，背部布滿了狰狞的傷痕。他轉過身問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有什麼事嗎？”洛塞拉滿臉通紅，結結巴巴地說道：“那個您看，侯爵大人的身材簡直就像雕像一樣。”洛塞拉繼續繫着帶子說道：“快要完成了。”克勞德看着洛塞拉說道：“我自己夠不到，多虧有你幫忙。”洛塞拉回應道：“這沒什麼，你身體還好嗎？你沒去早宴，我很擔心。”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多虧了你，我已經好多了。不過今早突然發燒，所以沒能去參加。”發燒？洛塞拉伸出手說道：“讓我看看。”他湊近克勞德，手掌貼上他的臉頰，確實有點燙。洛塞拉猛地縮回手，天哪，我到底在幹什麼？他慌亂地道歉：“非常抱歉，我已經習慣這樣檢查盧西安的體溫了。”克勞德輕笑一聲說道：“沒關係。”洛塞拉擔憂地問道：“你好像還在發燒，要叫醫生嗎？”“請先躺下吧。”克勞德搖頭說道：“沒關係，以前也發生過，我已經吃過退燒藥了。”洛塞拉遞過水杯問道：“是因為尷尬嗎？如果你躺下，我會把水拿給你。”克勞德接過水杯說道：“謝謝你。不過小姐，你為什麼不留下來，也在這裡休息一會兒？”“留下來休息？他這是什麼意思？”洛塞拉滿臉通紅，不知所措。克勞德看着他說道：“如果燒突然退不下去，可能會出麻煩。如果小姐不介意，能不能留在我身邊，直到我睡着為止？”“確實是這樣，萬一他病情加重，就糟了。”“我在想什麼呢？”洛塞拉點頭回應道：“那我會留在這裡，請安心休息吧。反正我也有書要讀。”克勞德躺在床上說道：“感謝您的體諒，小姐。”翻書的聲音停止了。洛塞拉坐在椅子上，閉着眼睛陷入沉睡。克勞德睜開眼，看着熟睡的洛塞拉，這並不奇怪，他為了照顧孩子們，一天都沒有休息過，肯定已經精疲力竭了。這樣善良的小姐，竟然一直遭受着如此苛刻的對待。其實我的傷早就已經痊癒了，剛才體溫升高只是因為他靠得太近，不過這都不重要。我現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讓他像這樣好好休息一下。洛塞拉緩緩睜開眼睛：“我什麼時候睡着的？
他看向床上的克勞德，侯爵大人睡得很香，看來燒已經退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等等，露塞拉看向墙上的时鐘，瞳孔骤然收縮。天啊，我到底睡了多久？已經遠遠超過了孤兒院孩子們該到達的時間了。大門被猛地推開，女仆萊莉氣喘吁吁地喊道：“露塞拉小姐，終於找到您了，出大事了！”露塞拉急忙問道：“萊莉，發生什麼事了？”萊莉臉色蒼白地回應道：“小少爺讓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起玩捉迷藏，我們明明答應過吉爾伯特，在遊戲開始前只在3樓活動的，但是那個叫埃德溫的孩子，現在到處都找不到。”露塞拉震驚地問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萊莉焦急地說道：“公爵大人正急着趕往皇宮，吉爾伯特先生說主人不再是平民，不能留下，所以命令立刻送走孩子們。”克勞德疑惑地問道：“發生什麼事了？”露塞拉震驚地回應道：“公爵大人要走了，我會從1樓開始找，告訴所有僕人一起搜尋。如果這次送走他們，以後很難再有機會邀請了，必須在公爵離開前讓埃德溫見到他。”露塞拉提起裙擺在走廊上飛奔。與此同時，2樓公爵更衣室，僕人們小聲議論道：“必須快點找到那個孩子，要是被吉爾伯特先生發現，我們又要挨訓了。”埃德溫蜷縮在衣櫃裡，我該怎麼辦？大家是因為我才遇到麻煩嗎？我不該違反規則離開3樓的。但是當初露瑟拉小姐邀請我們來到維洛蒙公爵裡，我以為能在這裡見到阿梅利亞，真的非常開心。可是看到她和盧西安相處的那麼親近，我才意識到只有我一個人被拋下了。他們自然地吃着那些我從未見過的昂貴點心，我感覺有一條無形的線將平民的我隔絕在外。如果我也能出生在這種地方就好了。如果我也能像露塞拉姐姐找到阿梅利亞的叔叔那樣我也能挺起胸膛，自信地站在任何人面前。因為不想輸給盧西安，我才一路躲到了這裡。埃德溫抱緊雙膝，淚水止不住地流下。我也好想擁有家人。沉重的腳步聲由遠及近，有人進來了。埃德溫屏住呼吸，蜷縮在陰暗處。那個人停在了衣櫃前，櫃門把手被轉動。埃德溫驚恐地睜大眼睛，該怎麼辦？現在根本沒法逃跑。櫃門被緩緩拉開，光線瞬間湧入。盧西安驚喜地喊道：“啊哈，終於找到你了，埃德溫！”埃德溫難以置信地喊道：“盧西安！”埃德溫愣在原地說道：“盧西安，你怎麼會？”盧西安雙手叉腰說道：“我可是捉迷藏的鬼，當然能找到你，快點出來，我會因為你惹上麻煩的。”埃德溫低頭回應道：“哦，對。”盧西安皺起眉頭說道：“我告訴過你很多次，不要去3樓以下。”埃德溫小聲回應道：“對不起。”盧西安看向別處，偏偏躲在父親的房間。我已經如履薄冰了，這樣只會讓事情更尷尬。埃德溫揉着眼睛流下眼淚。盧西安慌張地問道：“你怎麼哭了？是因為我生氣了嗎？”“對不起，請不要哭。”埃德溫擦着眼淚說道：“我不是因為你才哭的，只是捉迷藏結束了我就得回孤兒院了。我真的不想回去，那裡又孤獨又痛苦。我也想住在這麼漂亮的房子裡，羨慕你有柔軟的床、乾淨的衣服和點心，但比起這些，我更想要愛我的家人。盧西安，我能和你一起住在這裡嗎？”盧西安震驚地喊道：“什麼？你還沒被正式收養，怎麼能住在這裡？”埃德溫哀求道：“能不能幫我問問他們？就一次求你了。雖然覺得他很可憐，但如果他搬進來，姑姑就不會再關注我了。我該怎麼辦？”盧西安猶豫着說道：“你不明白，住在這裡沒你想的那麼好，甚至不能剩下一顆蔬菜，必須吃掉所有的西蘭花。如果不讀完所有的書，就絕對不准出去玩。姑姑雖然說愛我，但她總是對我大吼大叫，而且父親總是把我當成透明人。總之，這個家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樣。”埃德溫流着淚反駁道：“但至少他還愛着你。”盧西安愣在原地，糟糕，他完全沒有被嚇到，反而更羨慕了。盧西安突然拍手說道：“啊，我有好主意了！既然沒辦法，那你就住在這裡吧。”埃德溫驚喜地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盧西安點頭說道：“是的，但有一個條件，你必須親自得到我父親的許可。”埃德溫震驚地問道：“讓我一個人去嗎？”盧西安點頭說道：“是的，父親是這個家的一家之主，所以你需要他的許可。但他是個非常可怕的人，你這樣也沒關係嗎？”埃德溫猶豫着回應道：“我會試一試，總比回孤兒院要好。”盧西安轉身說道：“真的嗎？那我們現在就去問他。”埃德溫跟在後面問道：“就這樣突然過去，真的沒問題嗎？”盧西安加快腳步說道：“他很快就要離開了，必須趕緊去問他。一旦他出門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了。反正父親絕對不會同意收養埃德溫的。雖然覺得他有點可憐，但這可不是我的錯。”沉重的大門推開了。父親，維洛蒙公爵俯視着他，冷冷地問道：“你在這裡做什麼？我明確說過不准進入我的私人書房。”盧西安嚇得縮起肩膀，沒想到他會突然出來，這下糟了。他結結巴巴地解釋道：“父親，我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天只是在和朋友玩，我和朋友們在一起。”維洛蒙公爵停下腳步，盯着埃德溫。等等，那雙紅色的眼睛。維洛蒙公爵盯着埃德溫問道：“你是阿梅利亞的朋友嗎？那個從孤兒院來的孩子？”埃德溫緊張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我的名字叫埃德溫。”維洛蒙公爵繼續問道：“你的生日和年齡？”埃德溫結結巴巴地回答道：“我的生日在12月，今年6歲了。”維洛蒙公爵皺起眉頭：“6歲？他和盧西安差不多大，頭髮和眼睛的顏色簡直和他一模一樣。難道這個孩子是？”他壓抑着情緒問道：“你還記得父母的樣子嗎？或者他們的名字？”埃德溫搖了搖頭說道：“我不記得關於父親的事，但我5歲前一直和母親生活，他因為生病去世了。”維洛蒙公爵追問答：“你母親的名字是？”埃德溫低聲說道：“是愛麗絲。”維洛蒙公爵瞳孔顫抖，再次確認道：“你說你叫埃德溫？”
埃德溫點頭回應道：“啊，是的。”維洛蒙公爵突然蹲下，按住埃德溫的肩膀。盧西安在一旁看着不知所措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我從未見過父親露出那樣的表情。維洛蒙公爵聲音顫抖：“現在我終於明白，為什麼第一次見到你就覺得如此親切。你就是我和愛麗絲所生的那個孩子，你是我的親生兒子。我一直非常想念你，我珍貴的兒子。”盧西安僵在原地，心臟劇烈跳動。他珍貴的兒子。露塞拉走在走廊上，本以為只有埃德溫不見了，盧西安又跑到哪裡去了？他停下腳步，看向前方。啊，他在那裡，那是公爵的辦公室。為什麼他從那裡出來時看起來如此恐懼？露塞拉走上前問道：“盧西安，你為什麼那樣站着？”盧西安猛地轉過頭，衝過來抱住他，喊道：“姑姑！”露塞拉被撞得後退一步。盧西安顫抖着說道：“父親變得好奇怪，父親他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一樣。”露塞拉疑惑地問道：“什麼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”他看向辦公室的大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那兩個人終於見面了。盧西安緊緊抓着露塞拉的裙角。姑姑，我感覺好奇怪。當我看到父親對着埃德溫微笑時，我知道自己也應該感到高興，但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。我是個壞孩子嗎？是因為我太壞了，所以父親才更喜歡那個剛見面的埃德溫嗎？露塞拉睜大眼睛，這是我的錯。無論公爵多麼冷酷，他終究是盧西安的父親。我沒考慮到這會給盧西安帶來多大傷害。露塞拉蹲下身子抱住他說道：“盧西安，完全不是那樣的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你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孩子。無論未來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，我都會永遠留在你身邊。”盧西安埋在他的懷裡，放聲大哭。露塞拉撫摸着他的頭：“我會保證，讓你再也不會感到像現在這樣悲傷。”沒錯，既然埃德溫要來公爵府，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。我一定會給盧西安一個光明的未來。到了那天傍晚，公爵向眾人宣布：“這是我和愛麗絲的孩子埃德溫·維洛蒙，他以後會住在這裡，希望大家盡心侍奉。”公爵在府邸正式宣布，埃德溫是他的親生兒子。僕人們私下議論道：“愛麗絲小姐是前任情人嗎？就算是個私生子，公爵大人也太上心了。比起被冷落的盧西安少爺，這孩子的前途好多了。我們該站在哪一邊呢？”露塞拉聽着這些閒言碎語，就算這些人從來沒喜歡過我或盧西安，竟然敢這麼公開的胡說八道。他轉頭看向身後：“盧西安還好嗎？”盧西安緊緊抓着衣角，低頭不語。他看起來狀態很糟糕。如果盧西安像原作那樣，最終變得非常討厭埃德溫，該怎麼辦？露塞拉合上故事書說道：“從此以後，他們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好了，故事講完了，我們現在睡覺好嗎？”盧西安抱着玩偶回應道：“但是姑姑。”露塞拉問道：“怎麼了？”盧西安看着他問道：“埃德溫和我父親相同，但母親不同，對嗎？雖然我不太明白，但我們依然是真正的親兄弟吧？”露塞拉愣了一下，回應道：“這個嘛，姑姑也不太確定，但你們確實是兄弟。我沒法向一個孩子解釋政治婚姻或是私生子這種複雜的事，只希望一切都能好轉。”盧西安抱着玩偶說道：“其實最近我很擔心姑姑會被別人搶走，但也有很多開心的事。我交到了阿梅利亞這個好朋友，埃德溫也找到了父親，我們成了一家人。成為一家人是好事，所以我決定接受他。”盧西安，我真沒想到盧西安竟然這麼成熟。你真的不會覺得不舒服或者討厭埃德溫嗎？盧西安搖了搖頭說道：“不會。雖然父親很疼愛埃德溫，讓我有一點點嫉妒，但埃德溫比我更善良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我也會努力做得更好，而且我沒關係，因為我有最愛我的姑姑。”露塞拉流下眼淚喊道：“盧西安，姑姑會一直陪着我吧？你會永遠站在我這邊，對嗎？”露塞拉緊緊抱住他喊道：“我的小雛雞，你什麼時候長這麼大了？”盧西安紅着臉反駁道：“我不是小雛雞，我比阿梅利亞和埃德溫都要高了。”露塞拉笑着回應道：“是我們的盧西安最棒了，姑姑為你感到驕傲。我的侄子真是太懂事了，簡直是個完美的孩子，感覺他就在一瞬間突然長大了。”他擦了擦眼角說道：“那我們明天去跟埃德溫打個招呼吧。”盧西安點頭回應道：“好啊，聽起來不錯。”克勞德和阿梅利亞躲在門外，本以為盧西安會很沮喪，才特意跑過來看他，結果完全沒有出場的機會。不過看他適應的這麼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真沒想到埃德溫和盧西安竟然真的是親兄弟。阿梅利亞攤開手說道：“比起這個叔叔，這可是你表現的好機會，你要加油啊！”克勞德一臉疑惑。阿梅利亞豎起手指說道：“據說女人最容易愛上在困難時陪在身邊的人。露塞拉姐姐現在一定正經歷着艱難時刻。”克勞德無奈地問道：“你到底是從哪學到這些的？”阿梅利亞得意地回應道：“為了叔叔的幸福，我最近一直在讀言情小說。總之，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，我們先回房間商量明天的对策吧。如果明天天氣不錯，不如提議去野餐怎麼樣？”克勞德看着露塞拉的背影，那樣溫柔善良的人，竟然要獨自承受着一切，讓他們兩個一直待在這種地方，真的沒問題嗎？我必須想個辦法說服那位小姐才行。公爵看着露塞拉說道：“露塞拉，我想向你表達謝意。如果不是因為你，我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埃德溫的存在，更不會知道那個孩子正在孤兒院遭受虐待。所以，露塞拉，如果你有什麼願望，儘管告訴我，無論是什麼要求，我都會滿足你。”露塞拉沉默地看着他，他真是一個自私且傲慢到了極點的男人。我的姐姐盧西安，甚至是埃德溫，所有人都在因為他而遭受痛苦。我絕對不想要從這種男人身上得到任何東西。露塞拉看着公爵說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我只有一個願望，請不要忘記，盧西安也是您的親生兒子，就像埃德溫一樣。”公爵皺起眉頭問道：“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
我很清楚埃德溫對您有多麼珍貴，正因如此，我才要說這些。盧西安也是您的兒子，您對他負有責任，請不要在2個孩子之間有任何偏袒。他提起裙擺行李說道：“那麼，我先告辭了。”露塞拉轉身離開房間。聽完那些話，他竟然連一句“我知道了”都說不出口嗎？他真是一個可悲的人。露塞拉走在長廊上，在準備早餐之前，我得先去看看埃德溫。他突然被帶到這裡，一定感到非常混亂。我還要想個辦法，讓那2個孩子親近起來。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埃德溫跑過來喊道：“露塞拉姐姐！”他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。露塞拉轉身回應道：“埃德溫，早上好，我正打算去見你呢。”埃德溫跑到面前說道：“姐姐早上好，我有話想對你說。”露塞拉彎下腰問道：“哦，是什麼事呢？”埃德溫深深鞠躬說道：“姐姐真的非常感謝你，擁有家人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夢想。如果沒有你和盧西安，我永遠也見不到父親。”露塞拉溫柔地回應道：“原來是這樣，我真為你感到高興。比起那個差勁的公爵，盧西安和埃德溫真是善良的孩子。照這樣發展下去，他們一定會像親兄弟一樣和睦相處吧。然而，遲早會有各種勢力出現在他們之間，挑撥離間。那些人會為了利益，逼迫他们去競爭公爵繼承人的位置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。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都不會讓那些人如願以償的。”身後傳來呼喊聲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！”露塞拉轉過身，這個聲音是他看向前方回應道：“阿格里斯侯爵，阿梅利亞。”克勞德帶着阿梅利亞走上前：“早上好。”克勞德看向埃德溫：“你好啊，埃德溫。”埃德溫微笑着回應道：“你好，克勞德哥哥。”克勞德走近問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今天下午有空嗎？”露塞拉有些意外：“當然有空，是有什麼事嗎？”克勞德露出笑容說道：“沒什麼大事，只是今天天氣很好，我想邀請你一起去野餐，不知小姐是否願意？”阿梅利亞在草地上大聲歡呼道：“終於做好了！”他指着地上的東西問道：“你們覺得怎麼樣？”盧西安看着那團東西，驚恐地問道：“這到底是什麼？”“哇，真厲害啊！”阿梅利亞叉腰說道：“什麼叫是什麼？這可是阿梅利亞特制泥巴蛋糕。”盧西安看着泥巴蛋糕，勉強笑道：“啊，謝謝你，利亞。”埃德溫在一旁附和道：“是啊，看起來很好吃。”克勞德看着孩子們說道：“很高興看到他們相處得這麼融洽。”露塞拉點頭回應道：“我也這麼覺得，很高興能一起野餐。”他看向對方問道：“對了，侯爵大人，您的身體感覺如何？”克勞德端着茶杯說道：“多虧了您的照顧，我恢復得很好。”“哦，真的嗎？你恢復得很快。”他露出自信的笑容。“我可是骑士團長，體力可是我的強項。”露塞拉看着克勞德，臉頰微微泛紅，差點忘了他可是騎士團長，難怪身材那麼好。克勞德放下茶杯：“小姐最近過得如何？”露塞拉回應道：“我一直很好，很抱歉上次暈倒了。”克勞德搖了搖頭：“沒關係，但我有些擔心你。維洛蒙公爵似乎有些冷落盧西安，現在又突然多了一個兒子，你一直親自撫養盧西安，我擔心你會感到困擾。”露塞拉沉默片刻，回應道：“我沒關係，無論大人的情況如何，孩子們都是無辜的，不是嗎？每個孩子都應該幸福的生活。如果我因為疼愛盧西安就無視埃德溫的痛苦，那我就是個羞恥的大人，那樣我就沒有資格引導盧西安走上正軌，讓孩子們和睦相處，是我作為長輩目前唯一能做的事。”克勞德嘴角微微上揚，露出了一絲笑意：“原來是這樣。”克勞德微笑着說道：“利爾弗雷小姐，你已經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人了。作為阿梅利亞的監護人，以後我想經常向你請教。”露塞拉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謝謝你。但我還有很多要學的。”一名侍從走進行禮，說道：“打擾了，利爾弗雷小姐，公爵大人正在找埃德溫少爺。”埃德溫愣在原地：“是在找我嗎？”侍從做出請的手勢：“少爺，請跟我往這邊走。”埃德溫低頭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他跟在侍從身後邁開腳步，好不容易能和大家一起開心的玩耍。盧西安揮着手大聲喊道：“埃德溫，我會等你的，等下再一起玩過家家。”阿梅利亞也跟着說道：“快去快回吧，埃德溫。”埃德溫停下腳步，回頭露出笑容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真是奇怪，剛來的時候這裡看起來宏偉壯麗。”埃德溫跟着侍從走在長廊上，現在卻只覺得冰冷又陌生。兩名女僕聚在一起，小聲議論道：“看就是那個少爺吧，好像是叫埃德溫。”埃德溫停下腳步，聽着那些話語。可憐的盧西安少爺，還有利爾弗雷小姐，以後該怎麼辦啊？他沉默地低下頭。侍從推開大門，恭敬地說道：“公爵大人，埃德溫少爺到了。”房間裡坐滿了貴族。“啊，你終於來了，埃德溫少爺！”一名貴族女性讚嘆道：“哎呀，他真是完美的繼承人。”旁邊的男人附和道：“沒錯，不像某個人。”他的眼神非常銳利。亨利伯爵走上前自我介紹道：“見到您很榮幸，我是亨利伯爵。”另一人也湊過來：“我是亞歷克斯，和公爵大人一起。”埃德溫縮起肩膀，緊張地回應道：“啊，是，我是。”他用力抓緊衣角：“我好害怕，這裡有這麼多我不認識的大人。”公爵冷冷地說道：“夠了，孩子都被嚇到了。自我介紹留到以後，你們先出去一下。”貴族們紛紛行禮，遵命公爵大人。眾人離開房間，房門被重重關上。公爵看向埃德溫：“在這裡住的還習慣嗎？有沒有感到不舒服？我很擔心是否有人在為難你。”埃德溫緊張地搖頭：“啊，沒有，大家都對我很好，尤其是露塞拉姐姐還有盧西安，他們都非常照顧我。”公爵皺起眉頭：“那兩個人是露塞拉教你這麼說的嗎？你可以對我坦誠。”埃德溫感到很奇怪：“我已經說過沒有不舒服了，為什麼還要再問？”露塞拉姐姐和父親明明都是貴族，但感覺完全不同。和姐姐在一起很輕鬆，和父親在一起卻總覺得喘不過氣。公爵注視着他，繼續說道：“埃德溫，如果你覺得和他們待在一起不舒服，你想和我一起去王都生活嗎？”
埃德溫愣住了，去王都只有我一個人嗎？沒有姐姐和盧西安？公爵冷淡地說道。沒錯，那兩個人會留在這裡。你覺得怎麼樣？如果你跟我去王都能學到很多東西。埃德溫低頭看着雙手，王都只是在書裡見過，我確實很想去，但是他抬起頭回應道：謝謝您的好意，但我還是想在這裡多待一段時間。阿梅莉亞在這裡，露塞拉姐姐也在這裡，而且我還想和盧西安變得更親近一些。埃德溫笑着說道：我想和成為家人的那兩個人多相處一段時間，我們會在這裡一起等您回來的父親。公爵沉默片刻回應道：我知道了，看来是我白擔心了，那就隨你的便吧，我會尊重你的決定。現在回房間去吧，我請的家庭教師已經在那裡等你了，阿梅莉亞和盧西安一定還在等我。埃德溫行禮告退，快步跑向走廊。克勞德快步走下樓梯，皇宮送來了急信，發生什麼事了？克勞德回應道：大概是皇宮知道了我找到阿梅莉亞的事，抱歉，野餐只能這樣結束了。露塞拉微笑着說道：沒關係，我們隨時都能再去。克勞德有些驚喜，這是在約定下次嗎？看來小姐對我已經敞開了心扉。他推開大門，傳令官行禮說道：好久不見，克勞德團長，非常抱歉在您休假期間前來打擾。克勞德看向傳令官，沒關係，但陛下找我究竟是為了什麼事？傳令官遞上盒子，其實是因為這個。克勞德盯着盒子，那個盒子難道是？露塞拉突然捂住口鼻驚呼道：侯爵大人，那個盒子裡傳出了一股惡臭。克勞德有些困惑，真奇怪，我什麼都沒聞到。傳令官也跟着說道：我一路抱過來也沒有聞到任何味道。露塞拉皺緊眉頭，真的嗎？我從來沒聞過這麼難聞的氣味。先確認一下裡面的東西吧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這是一顆魔物的核心。露塞拉湊上前看清晶體後驚呼道：等等，晶體裡面的那個難道是魔氣嗎？克勞德猛地轉頭看向露塞拉，為什麼這位小姐會知道魔氣的事情？普通人幾乎不可能知道魔氣的存在，而且她竟然還能聞到味道。難道說莉爾·弗雷小姐擁有某種特殊的特殊能力？